个黑帮哥哥，4年前被捕，但他临走前说不用担心，等我出来，我有一大笔钱，足够我们下半辈子锦衣玉食。可这4年里，我被欺负得像狗一样，就连心仪的女神也嘲笑我。你就叫宋宇，怎么回事？得罪了谁？你不知道？赵雪是吗？知道就行。那人抬手就打我，让我抬起胳膊挡了一下。出去再说行不？那就出去。一出宿舍，我的心就凉了半截。外面还站着3、4个社会人，有的戴着大金链子，有的胳膊上纹龙画虎，个个都是凶神恶煞。宋宇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快把萧元强的稿子撤了，把钱还我就撤。你一个大男人，送出去的红包还往回要。我给他送红包是为了和他好，既然他不愿意，就把钱还我。而且我是孤儿，钱都是我打工赚的。齐恒打算用大男人道德绑架我，那我就用孤儿反怼回去。而且我没撒谎，我父母确实早就去世了。齐恒显然没想到我会这么说。突然，身后一个社会青年一脚朝我脊背踹来。少他妈废话，你到底撤不撤稿？我往前闪了一个趔趄，同时将衣襟一撩，抽出臂力棒来，猛地一甩，那人脑袋结结实实挨了一下，人踉踉跄跄，差点摔倒。你敢还手？不想活了是吧？一群社会青年顿时都冲上来，我手持臂力棒乱甩一通，但还是架不住对方人多，很快就被他们踹了好几脚。不好，保卫科的来了，再不撤稿，每天打你一顿。随后，齐恒带着一众人急匆匆地跑了。一个舍友很快来到我的身前，保卫科就是他喊来的，也是我出门前交代好的，算是利用小聪明躲过一劫。齐恒，老子肯定饶不了你。就在此时，身后突然响起脚步声，来人是个30来岁的青年，身后还站着一排马仔，一看就是响当当的大佬。当看清他那张脸，我半晌才叫出声来：哥，你出狱了。出现在我身后的正是我失踪了好几年的亲哥哥宋晨。废物！什么？被人打成这样，还说不是废物？我呆呆地看着宋晨，不敢相信他会这么说话。兄弟重聚的喜悦被这几句话瞬间浇了个透心凉。他们人多，我没打过。废物就是废物，狡辩再多也是废物。宋晨死死地盯着我，我默默地低下头。宋晨眼神微微一暗，仿佛有点失望。老狼，打听一下是谁干的，抓到这来卸他一条胳膊。老狼这名字听着有点熟悉，但又想不起来在哪听过。宋晨身后的人群里，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点点头。成哥，你刚出来还不适合抛头露面，这事交给我办就可以了，你先回去歇着。宋晨点点头，转身就离开了，看都没有看我一眼。一大群人也跟着他哗啦啦的走了，只剩下老狼一个人。小雨，走吧，去找那个打你的人。不用，这个仇我自己就能报。不是不相信老狼的实力，宋晨能把他单独拎出来，这人肯定有2把刷子。但宋晨刚才的语气和眼神，也确实让我觉得憋屈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其实陈哥也希望你自己报仇，刚才就是逼你这么做的，算是个小小的考验吧。不过以防万一，我还是跟着你。不用，我自己搞，离了他我也能活。说完，老狼也不说话，就在旁边默默等着。就在这时，身后又响起脚步声。相爷，你咋来了？我听说你受伤了。这个叫向颖的女生低下头，同时2只手也伸了过来。我低头一看，发现她手里拿着纱布和碘酒。其实我早知道向颖喜欢我，她长得不差，可以说是漂亮，比起赵雪毫不逊色，就是性子太唯唯诺诺了。我对这种类型实在没有兴趣，但她也是一片好心。我把纱布和碘酒接过来。谢谢了，我没事，你回去吧，不用操心我了。向颖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最终没说出来。听着她的脚步声渐渐远去，我继续用碘酒给自己消毒，一边抹药一边盘算着怎么报复齐恒。差不多有了计划后，我便转头往外走去。你有需要喊我一声就行，这是我的手机号，有啥情况及时打过来。我点点头，我面色坦然地回了宿舍，打开了某信，找到一个叫东子的人，发了一条消息过去。东子大名李东，和我是光屁股长大的兄弟，后来一起考到这所大学，更是情同手足。李东打架猛的一批，也认识不少社会人士，找他帮忙肯定可以打击齐恒。果不其然，10几分钟以后，李东给我打来电话，我把刚才的事讲了一下。齐恒这个王八犊子，你等一下，我问问他在哪，随后给你消息。挂了电话，我长呼了一口气。过了半个多小时，李东终于再次打来电话。你知道赵雪为什么会跟齐恒？知道，他家里有点小钱。是，但不完全是。齐恒入职了龙门集团，最近在营销部实习。龙门集团是我们本地有名的民营企业，出了名的工资高，福利好。那又咋了？我要投了简历，一样能进。你还真是吹牛逼不打草稿，咱学校每年能进龙门集团的不超过10个，能进去的都是人中龙凤。要不赵雪怎么会攀上他？我跟齐恒约了明天上午在王公山碰一碰，到时候拿家伙过去吧。有把握不？收拾他还不是小意思，真当我这么多年白混的啊？好，那就明天见了。我松了口气，只觉得浑身舒畅，仿佛已经看到齐恒被我揍到屁滚尿流的景象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睁开眼就给李东打了个电话，约好在学校后门见面。咋才啊？还有你叫的人呢？不会就咱俩吧？来的路上吃了点饭，直接上山吧，他们在山上等着了。不知怎么，我总感觉李东笑得有点勉强，我也没有多想，迈步跟了上去。王公山说是一座山，其实就是个大点的土坡。这时忽然听到身后有点动静，回头一看，就见老狼站在树下朝我招手，我冲他做了个 OK 的手势，表示没问题。小
小鱼，要不你回去吧。为啥？那个齐衡，我收拾就行了，用不着你出手。开玩笑呢，我肯定想亲手收拾他，而且咱俩没少一起打架，你还担心我会吃亏咋地？我的战斗力虽然没李东那么强，但也绝对不差，在同龄人里算佼佼者。很快来到山顶，赵雪竟然也来了，就站在齐衡的旁边，身后还站着7、8个社会青年。宋宇能撒泡尿照照自己吗？什么德行也敢和齐衡约架？真的，我都怀疑自己以前是不是瞎了眼，怎么就看上这么一个女人？咋地？齐衡口渴了啊，刚来就让我撒泡尿。东子，你的人在哪呢？我环顾四周，只看到齐衡的人。别急，来了。哪呢？此时对面的人已经冲了过来，手里抓着各种铁棍、镐把一类的东西。我立即抽出臂力棒，狠狠一棒抽在最先冲过来的人腿上，这人一声惨叫，直接摔倒在地，接着一口气干掉3个人。东子，你叫来的人呢？到底在哪？李东看了我一眼，猛地拿起一节木棍，狠狠朝我脑袋敲了过来。好在我有防备，闪了一下脑袋，这一棍顺着脸颊刮下，粘稠液体顺着腮帮子淌下来，我脑子有些晕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在我倒地的瞬间，一个女孩挡在了我身前，举着树枝就朝李东抡了过去，双腿还不停地踹着李东。你干嘛？我趴在地上，但看到他自杀式的行为，忍不住吼了一句：干什么？住手！为什么打宋宇？他把你当兄弟。李东没有回答，而是低下了头。与此同时，齐衡和赵雪也走了过来。你就是项颖吧？长得挺漂亮，追你的人应该很多吧？怎么就看了上他？你不懂？不是，他到底哪好啊？你能不能说说？我实在好奇的不行了。你不懂？滚开，不然连你一起揍了。齐衡一脚踹了过来，我赶紧去拽项颖，但这妮子仍旧死死挡在我的身前。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，李东伸手挡住了齐衡的脚。干嘛？咱说好的，倒地就完事了，再打不合规矩了吧？不是，我还没动手啊。我动就行，目的也达到了，再打下去，要是出了事，闹到派出所也不好看是吧？行吧，给你个面子，萧元强那篇稿子得撤了，给小雪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。李东点点头，转头看向了我。小鱼，撤了那篇稿吧。为什么？撤了稿，这事就完了。我是问你为什么这样做。我头上的鲜血还在不断流淌，脑子仍旧一阵阵眩晕，但还是努力睁着眼睛看他。齐衡答应把我也弄进龙门集团，我还以为你奶被绑架了，为了一份工作，你他妈背刺我。小鱼，咱俩一样，从小就没爸没妈，但你脑子聪明，养活自己没啥问题，而我学习不好，毕业证都不一定拿得上，求职就更加困难了。我奶最近病得越来越重了，单单吃药就要花不少钱。李东确实没有父母，只有一个风烛残年的奶奶，这也是我们能玩到一起的原因。你之前不是说要去混社会，还说那个来钱快吗？哪有那么简单，混社会的多了，有几个能出得了头？我要是进了龙门集团，这辈子就不愁生计了。小鱼，你就把投稿撤了吧，回头我跟你道歉，请你吃大餐行不？东子，你直接跟我说撤稿，没准我看你面子会撤的，但是用得着把我骗到这，还给我一棍子吗？昨天晚上你把他们的一个人打伤了，他们还是想报仇的。齐衡身后的人群里，确实有个青年头上扎着绷带，是我昨天用臂力棒给他砸成那样的。所以也给我来一下是吧？现场那么多人，只有我一个人躺在地上，显得像个笑话。项颖眼巴巴看着我，眼睛里噙满泪水，现场也只有他真的关心我。小鱼，撤了稿吧。我要是不撤呢？不撤就揍你呗，揍到你同意为止。小鱼，你别犟了，这样搞得谁都收不了场。这时我突然想到了什么，面向李东问道：东子，以前你一心想混社会的时候，曾说云城有5个顶尖的大佬，分别是东边一条狗，西边一只羊，南边一缕风，北边一道墙，中间还卧着一头狼，还说这5个大佬只要随便跟了一个，这辈子就能吃香喝辣了，对吧？是，这5个大佬要钱有钱，要人有人，还垄断了不少生意，云城走偏门的都想拜到他们旗下，你好好提这个干嘛？最后一句，中间还卧着一头狼，是不是说一个叫老狼的？老狼是这5个大佬里面最年轻的一个，据说还不到30岁，前几年通过关系包了不少工程，很多城中村改造项目都是他负责的，手下兄弟也多，实力不容小觑。你问他干什么？我长长的呼了口气，名字年龄都对上了，应该是他无疑了。老狼，你出来吧。李东、齐衡等人均是面露惊讶，迅速朝着左右看去。他把老狼喊来了。不可能吧？我的声音在山间回荡，等了1分多钟，却没看到半个人影。宋宇，你有病吧？好端端叫老狼干什么？整得跟你真把人家喊来了一样。他就这样，整天故弄玄虚。之前送我礼物就爱加个藏头诗什么的，我没看懂，他还洋洋得意的解释，即使酸的要死。就在这时，脚步声突然响起，一位不到30岁的青年正走过来，样貌就像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大哥哥。老狼，他真的把老狼喊来了。怎么可能？他有这种背景？我早听李东说过云城5大佬的故事，也知道他们在圈子里的地位。这次仅仅是老狼一个人现身，就把一群人吓得心慌意乱。你认识老狼啊？怕什么？他就一个人，咱们这么多人呢。闭嘴吧你！赵雪没再说话，但嘴撅得很高，显然还是很不服气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有点拉肚子，叫我那会儿正是最激烈的时候，实在没有力气回你。来了就好。伤得严重不？老狼伸出手来，打算摸一下我的头，项颖仍旧挡在我的身前，表情谨慎地看着他。没事，这是自己人。你被自己人坑的还少吗？
吗？我无话可说，从赵雪到李东，都是我曾经以为的自己人，却又把我坑得一次比一次惨。放心，我真是自己人，来帮他的。或许是老狼的眼神太诚恳，向颖终于选择了相信，慢慢挪开一点空隙。还挺严重，至少要缝7、8针，是谁干的？我目光看向李东，李东低着头，一声不吭。老狼瞬间明白，正要起身动手，最后再收拾他，先对付那个齐恒。话没说完，突然有人打断我的声音，一个青年走了上来。朗哥，还认识我吗？咱们俩一起吃过饭。我的心里顿时咯噔一下，不会最后要和解吧？那我刚才这一棍子就算是白挨了。你是哪位？我叫凯凯，是狗哥的兄弟。上个月你和狗哥吃饭，我在旁边作陪了的。云城能被人称一声狗哥的，就是云城5大佬中的东边一条狗了。这个人叫杜宾，为人比较凶悍，行事风格如同疯狗，所以得了这个绰号。此时老狼仔细看了半天，最终摇了摇头，想不起来了。狼哥，你贵人多忘事，想不起来也正常话。我现在给狗哥打个电话，狗哥前几天还念叨你，说想跟你一起喝酒了。一边说一边拿出手机，看样子要拨号证明自己的身份。你给杜宾打电话，他多久能过来啊？大概半小时吧。半小时啊，那就行，够我把你们这群人打个来回。老狼抬手狠狠一巴掌抽在凯凯脸上，声音相当清脆。凯凯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老狼，现场的人也都傻了，四周一时间鸦雀无声，空气好像突然凝结一般。咋地，不服气啊？狼哥，我是狗哥的兄弟。老狼飞起一脚，狠狠踹在凯凯的肚子上，凯凯吃痛，立刻弯下了腰。你少拿杜宾吓唬我，我是狼，他是狗，你觉得我会怕他？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，就他妈闭嘴，提谁的名字也不好使。说完，老狼猛地一个高抬腿，膝盖狠狠撞在凯凯的下巴上，咔嚓一声，当场昏厥了过去。这利索的身手，我都忍不住张大嘴巴。年纪轻轻就位列云城5大佬之一，果然有实力啊！还要收拾谁来着？齐恒。谁叫齐恒？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都没有说话。咋地，还想包庇啊？齐恒好像不在里面。什么意思？刚才还在，这会儿不在了。现场没多少人，我从头看到尾，确实没发现齐恒的身影。赵雪也是一脸茫然，随后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。齐恒，你去哪了？片刻间，赵雪一跺脚，眉毛一拧。什么？刚才打凯凯的时候你就偷偷跑了？现场一片哗然，谁也没想到是这个情况。你真是有病啊！咱们这么多人怕他干嘛？跑的时候咋不叫我一声？不知道齐恒说了什么，赵雪恼火的挂了电话。齐恒走了，你们听我的，对面就一个人，大家一起上肯定没问题。众人都没说话，反而一个个低下头，连和老狼对视的勇气都没有。这虎娘们是谁呀？我摇摇晃晃的站着，随即一步步朝赵雪走了过去。你想干嘛？还钱。我不是在乎这3000块钱，如果花在真正值得的人身上，别说3000，就是3万、30万都没问题。但赵雪这种人，1毛钱都不想给他。我都说过好几遍了，接受礼物不等于我同意，红包是你自愿发的，凭什么还往回要啊？我实在没忍住，狠狠甩了他一巴掌。还钱。我又重复一遍，语气冷酷而绝情，随即又抬起了一只手，再没反应，肯定又是一巴掌。还你就还你，3000块钱而已，谁在乎了？就你这种抠搜男，永远找不着对象。赵雪哭哭啼啼的把3000块钱扫给了我，临走时放了许多狠话，但我根本懒得搭理他，钱到手了就行。还要揍谁啊？他们昨天都动过手。我指着其余的人，但一个个打过去实在不现实。好在老狼很快给出剑，让众人1对1的站好，然后互甩耳光，谁敢不用全力，就会被老狼单独拎出来教训。为了不当这个倒霉蛋，大家纷纷竭尽全力，一时间现场充斥着啪啪啪的声音，众人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猪头。差不多了吧？可以了，你们回去告诉杜宾，人都是我打的，有啥冲我来哈。此时现场只剩下我和老狼、向颖、李东4人。李东知道轮到自己了，脑袋始终垂着，我手握臂力棒，一步步朝他走了过去。看着这个和我一起长大、交情堪称过命的兄弟，还是不能理解他为了一份工作就背刺我的行为，当即扬起臂力棒来朝他的头狠狠砸了过去。但是就在臂力棒离他脑袋几公分时停了下来，我终究还是没砸下去。小鱼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，当然是没办成，现在工作肯定没了，连你这个兄弟也失去了，你要打就打吧，这是罪有应得，我都受着。最终我拳打脚踢，将他狠狠揍了一顿，没用臂力棒已经是我能留的最大情面了。李东，从今天起我们就不是兄弟了。小鱼，对不起。最终李东憋出这句话来，接着转头朝山下慢慢走去，这辈子恐怕都不能坐在一起聊天喝酒了。望着李东离去的背影，我的鼻子渐渐酸楚，眼前顿时一黑。向颖眼疾手快，立刻伸手搀住了我。哎，这姑娘不错，很有眼力见啊，我看比那个什么赵雪强多了。老狼已经看明白了一切，冲我笑了一声。向颖的脸再一次红了，像是挂在树梢的苹果。我瞄了她一眼，这姑娘长得还真漂亮，要是性格能再开朗点就好了。就剩那个齐恒了吧？现在去找他怎么样？没事，我自己找他就行。你确定？确定。你已经帮了我很大的忙，我要连他都收拾不了，就真的成废物了。那也行吧，得有个时间限制吧，你哥让
让我帮你，一直没抓到始作俑者可不行。3天吧。好，那就3天，到时候你解决不了他，我可就出手了。那就这样，我先走了，有情况就给我打电话。对了，那个什么狗哥，杜宾是吧？有麻烦不？有麻烦也是找我，你不用担心了，这是我俩的事。老狼淡然一笑，显然并不在意杜宾。那就行。好，走了，你自己小心吧。老狼还是很潇洒的，一个人来，一个人走，事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。谢谢哈，但以后别这么冲动了，多大的体格，还敢打人家李东，一巴掌就把你拍飞了好吧？我忍不住责怪起他来，当然语气还是很柔软的。这时候凶他就太不是人了。送你去医院吧。不用了，这点小伤我能扛住。可惜脑袋实在不争气，刚走2步又晕起来，脚也踉踉跄跄了。向颖及时走了过来，搀着我的胳膊，看着挺瘦，力气不小啊你。那当然了，我厉害着呢。我们俩的身子紧紧贴在一起，一股悠悠的香气直冲我的鼻尖。挺香啊，喷香水了。果不其然，向颖的脸更加红了，和胡萝卜都有的一拼。没有，就是体香。到了医院，做完手术，我走出医院，刚要郑重其事地说些什么，走了，你自己小心，照顾好自己。向颖像是担心我会拒绝他，说完就急匆匆跑了，看着他的身影渐渐远去，最终消失在滚滚的车流和人流中。中午我没回学校，就在外面吃了碗面，等到上课10分钟后，我手握臂力棒，匆匆赶往齐恒所在的教室。齐恒呢？教室里有100多名学生，想要从中精确地找到某个人并不容易，但这不是问题，因为大家会帮我的。在这种人群聚集的情况下，只要大声喊出某个人的名字，众人就会齐刷刷地看向他。你要干嘛？出去！宋宇，你疯了吧？角落里迅速站起一个人来，正是气冲冲的赵雪。你找齐恒，他在龙门集团实习，最近都不来上课了，有能耐就去公司找吧。你别以为我不敢。有老狼撑腰怎么了？告诉你吧，狗哥正到处找他呢，你也跑不了。我的心里顿时咯噔一下，但又想起老狼之前说了没事，就没搭理这个话茬，直接就出了门。刚走几步，我又闪身躲到楼梯拐角，果不其然，有人推门走了出来，定睛一看，竟是赵雪。我正要冲出去骂他几句，突然有人一闪而出，竟是向颖。向颖拦住了赵雪的去路。你要去哪？是你，宋瑜让你在这盯着我的。没有，我自己要来的。宋瑜来我们班闹事，我要去保卫科告他，让开。不行。向颖低着头，声音微微有点颤抖，但却没有后退半步。你让不让？赵雪踏前一步，看样子准备要动手。我刚想出去帮向颖一把，突然向颖侧身在赵雪耳朵边上说了一句什么，赵雪的脸色瞬间就变了，眼神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慌乱。就在向颖在赵雪耳边说了些什么，赵雪的眼神中闪烁着前所未有的慌乱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别管我怎么知道的，反正你别去保卫科，否则我就传出去了。我不去保卫科了，这事到此为止，你不要乱说啊。赵雪惊慌失措，姿态也没有之前那么嚣张了，说了几句软话，便迅速返回教室。向颖松了口气，转身朝着楼梯方向走来，正好撞上了躲在拐角的我。你不是走了吗？怎么还在这啊？我恰好路过，刚才和赵雪说了什么，把她吓成那样。没什么，你别问了，反正以后离那女人远点。接着向颖绕过我后，迅速跟下楼梯，盯着她消失的身影。我头一次觉得这姑娘竟然有点神秘起来。随后我让室友白寒松帮忙打听齐恒的下落。白寒松一番询问后，告诉我说齐恒在龙门集团实习，并且学校这边已经打好招呼，可以不来上课。这天早上我在宿舍睡觉，迷迷糊糊中突然听到一阵呜咽声，睁眼一看，竟是室友马飞。马飞，你干啥？白寒松也被吵醒了，走了过来，询问怎么回事。马飞仍旧不说，还不停地哀嚎。老二，你知道怎么回事？然而白寒松清清嗓子唱了起来：少年自有少年狂，生死山河听凄凉。我忍不住笑了起来，马飞却哭得更大声了。宋宇，你还笑得出来？咱们俩同病相怜了。什么玩意？怎么就同病相怜了？我女朋友也被齐恒给撬走了。说着，马飞从口袋里摸出手机，调出一张照片给我们看。照片里是马飞和一个女人的合影，女人看上去很漂亮，怎么看都不像马飞这个段位能搞定的异性。这照片你 P 的吧？不是 P 的，这就是我女朋友，叫小丽。那你怎么认识的？以前怎么没有听你说过？现在的杀猪盘就针对你这种纯情的男大学生，一定要小心啊！小丽是个好女孩，她有正经职业，不是杀猪盘。看我们还是不信。马飞从口袋摸出一张彩色的卡片来，卡片上有名字、电话和地址，还有24小时服务等等字样，旁边还印着个充满妩媚女人照片。我和白寒松面面相觑，一切都懂了。你在他那里消费了多少钱？不算消费，算是结婚基金吧，零零碎碎大概5000多了，每个月的生活费我都节省一半交给了他。你俩发展到什么地步了？说什么呢？手都没有拉过。他父亲去世的早，母亲也生了重病，家里还有个弟弟正在念书，我们之间的感情很纯粹的。我们几个对视一眼，互相从对方的眼神中读出无语。马飞却是越说越气，急得眼泪都掉下来了。我昨天过去找他，发现齐恒已经鸠占鹊巢，正躺在床上接受小丽的服务。
小丽居然是做按摩的，服务别人很正常吧？不正常，其他客人小丽根本不会说多余的废话，唯独对那个齐恒青睐有加，还把父亲去世、母亲生病、弟弟读书的隐私告诉他了。宋宇，咱俩同病相怜了，女朋友都被齐恒撬走。马飞泪眼婆娑的看向我，我没安慰马飞，这种事情除非自己想通，否则外人再说100遍大道理也没用。小丽讲完她的故事，齐恒是什么反应？齐恒呵呵了一声，说是蒙天还来照顾他的生意。马飞越说越激动，还用手掌捂着胸口，感觉随时都要抽过去了。老二，你俩照顾一下老四，我出去办点事情哈。找齐恒都快1个星期了，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出了寝室，刚走几步，一人突然迎面走来，正是李东。小鱼，杜宾在找老狼，你也不太安全。我没理他，径直走出了宿舍楼，但我还是忍不住拿出手机，拨了一个号码出去。我便把李东刚才的提醒说了一遍。没事，杜宾最近确实在找我，但我手头有些事情没处理完，放心，回头就收拾他。那就行。你呢？不是说要揍齐恒吗？马上就3天了，怎么样了？今天就能完成这个心愿。好吧，有情况随时打电话。小丽的住址距离我们学校不远，在一栋较为老旧的小区内，租了个1楼当门面房，窗户上贴着各种按摩、保健的字样。因为不知道齐恒来了没有，就透过玻璃往里观望。一张单人床摆在客厅，一个中年男人躺在上面，穿着黑丝的女人正在给他捏着肩膀。我爸死得早，我妈生了重病，家里还有个弟弟正在读书。女人一边吭哧吭哧按着，一边大吐苦水。大哥，你别摸了，都快秃噜皮了，多充一点值呗。没错，就是马飞口中的小丽。少废话，要按就好好按，别给我唧唧歪歪的。想让我多充值，就看你的技术怎么样了。中年男人软硬不吃，在小丽纤细的腰间狠狠捏了一把。小丽沉默不语，只能按部就班的把流程做完。过程中当然少不了被咸猪手和吃豆腐。可惜中年男人直到离开不提一下充值的事，后面又断断续续来了几个男人。小丽照旧是那3板斧，半小时里全家上下以各种方式死了个遍。世风日下啊，现在的男人越来越抠门了。就在这时，走进来一个年轻男人，我的一颗心差点跳出来。齐恒终于来了。小帅哥，你果然又来了，不枉姐姐这么疼你哦。小丽习惯性的用着职业语气，听得人起了一层又一层鸡皮疙瘩。好好按，高兴了多给你一点小费。我站在窗户旁边，偷偷举起手机，拍了几张照片。小帅哥，你轻点。你就赚这个钱的，装什么清纯白莲花？想到马飞连手都没拉过，我也忍不住大发感慨。他舍不得骑的自行车，别人站起来蹬。过了一会儿，齐恒似乎是摸腻了，突然摸出手机，拨出一个号码。正纳闷他给谁打电话，我的手机竟然嗡嗡的震起来，我立刻躲起来，接了起来。宋宇，听说你最近找我，都去我们班好几趟了。是，怎么？别以为老狼给你撑腰就怎么了，我告诉你，杜宾这几天正找他，谁能笑到最后还不一定。这话我都听得耳朵快起茧子了。赵雪说过，李东说过，齐恒又说了一遍，我都已经接近免疫的程度了。他俩的事我不管，我就找你。想找我？来龙门集团北营销部知道吧？我天天在里面上班呢。咋地？你就没有出来的时候？有啊，比如说我现在就离开龙门集团，在一家按摩院里做 SPA 呢。想知道在哪部就不告诉你。那你要这么说，我可真的去找你了。你要能找得到，我当场表演托马斯360度旋转吃屎。骗吃骗喝可不行啊。话音落下，我抬起腿，狠狠一脚把门踹开，我的人也如旋风一般冲了进去。齐恒猛地从床上坐起，眼睛见了鬼似的盯着我，根本想不明白我是怎么找到这的。来，给我表演个托马斯360度旋转吃屎。我冲上前，先是狠狠一个大巴掌甩过去，啪的一声直接把齐恒从床上抽到了床底。接着我又一手抓住他的衣领，一手握成拳头朝他的脸狠狠招呼，憋了将近1个星期的气，在此刻算是彻底爆发。你不是想吃屎吗？我满足你。我拖着齐恒的后领，径直朝旁边的卫生间走去。宋宇，你敢让我吃屎，我他妈一辈子和你没完！给老子吃吧！我抓着齐恒的后领，狠狠朝着蹲坑处一推，瞬间看得我极其恶心，胃里一阵翻腾，恶心！仓促的骂了一声后，立刻转身就跑，生怕齐恒出来跟我拼命。报复完了齐恒，我的心情无比舒畅，一路小跑回了学校。就在这时，手机突然嗡的一声，是一个好友申请，消息那里有4个字：我是赵雪。我想知道他要干嘛，就点了通过。你把我电话和某信都拉黑了。是啊，怎么？你就这点胸怀，没追成功就拉黑啊？你到底要干嘛？你说呢？你把齐恒打成这样，以为事情就过去了？接着他又发来几张照片，都是齐恒在医院的配，脑袋上缠满了绷带，哈哈哈，好看爱看，再多发点。赵雪又发来一张消费单，各种检查和项目一共3000多块，算上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，你赔1万块吧。做你的春秋大梦吧。你打伤人不用赔吗？打伤人不等于要赔偿。你太无耻了。知道就好。中午12点前赔偿款要是不到位，我和齐恒就报警了。齐恒之前还在宿舍门口带了一大群人打我，怎么不说？别扯这个，反正你不赔钱，我们肯定就报警了。我怒火中烧，直接把齐恒按摩的照片一股脑发过去。你这么上赶着给这种人出头，真的有必要吗？这怎么了？按摩不行？
你看看他的手往哪里摸？男人有钱，浪一点不是很正常吗？我顿时无语，真想一巴掌扇醒这个女人。齐恒家境好，自己也有本事，还入职了龙门集团，在外花天酒地很正常啊，我没什么看不开的。宋宇，醒醒吧，这就是现实世界，男人有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，有能耐你也混出个模样来，然后狠狠抽我的脸，不然就闭嘴吧。我没有回复，看着这几行字，陷入了久久的沉默之中。12点前1万块钱赔偿，不然我肯定报警了，到时候就去公安局说吧。我看了下银行卡的不多余额，1万块钱硬凑还是有的，但要拿出来赔给齐恒还是太憋屈了，正发愁应该怎么办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是老狼打来的。喂，狼哥。以前不知道他的身份地位，随便叫老狼也无所谓，现在都知道了，人家还帮过我，当然就得客气一点。你不是说今天收拾齐恒吗？怎么样了？已经收拾了，但出了点麻烦。我迅速把刚才的事讲了一下，老狼听后就笑了起来。没事，不用赔钱，随便他们去告，公安局让你去，你配合就完了，其他的不用管，我都帮你搞定。一听他这么说，我也放下心来，好歹是云城5大佬之一，搞定这点事情应该不是问题。挂了电话，我的心情愉悦起来，还贱兮兮的给赵雪回了一句：别等12点了，现在就搞，麻溜的，我等你。就在挂断电话10分钟，手机突然响起，看到是个座机号码，我赶紧接起来。宋于是吧，有个伤人案件，过来处理下吧。云城市公安局。云城市公安局传唤宋于进行调查。宋于是吧，有个伤人案件，过来处理下吧。哦，好。随后我出门打了辆车，不一会儿就到了公安局的门口。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我刚准备说话，审讯室的门突然砰一声被人推开，齐恒和赵雪一阵风似的从外面窜了进来。宋宇，你敢打我，现在就让你知道后果。你不是让我快点报警吗？现在满足你的心愿了吧？行了，你俩出去，我这审案子呢。骆队长皱了皱眉，显然不太满意他们两个。舅舅，他要不肯赔钱，你就顶格处罚他，最好给他弄个刑事，让他一辈子背上案底。看到骆队长的神情愈发不悦，齐恒赶紧拉着赵雪出门。审讯室里终于重新安静下来。继续吧。我不知道老狼做了什么安排，但现在也只能配合，便从头开始讲起。说是齐恒先打了我，所以我今天才报复他。所以你承认了，确实打了齐恒，是他先打我的，还是一大群人？不管他打你还是你打他，都违反了治安管理法。但你当时并没报案，而且也没去做伤情鉴定。现在看来，还是齐恒的伤更重一些。当然，你俩都是学生，我们还是调解为主。齐恒那边的医药费、误工费等等，综合下来1万块钱左右。你如果肯出这笔钱，就能免于其他的处罚。我不赔钱，他也打了我，凭什么就我赔？我说过了，因为你没报警，伤情鉴定也没有做，现在已经没办法确定你当时的伤了。你要不肯赔钱，就得按流程走了。你还年轻，现在就背上案底的话，对你的将来非常有影响啊。我低头沉默着，没有说话。到底是个队长，想对付我这种学生实在太简单了。这样，给你1个小时考虑，1个小时以后你还不肯赔钱的话，我就只能秉公处理这件事了。骆队长起身朝审讯室的门口走去，也就是在这时，他的手机突然响起。喂，杨局。他接起来，神情变得恭敬。电话那边显然是位领导。片刻，他转过头，神色有些诧异的看了我一眼。哦，好，知道了。挂断电话后，骆队长诧异的看了我一眼。跟我走吧。我从讯问室出来，跟了上去，来到一间办公室中。不是什么好茶，就这个条件，凑合着喝哈。我的一颗心砰砰直跳，猜到是老狼的安排起作用了，但表面上依旧装得很是沉稳，让我忍不住有点飘。心想，到底是老狼啊！云城5大佬的地位果然稳当，走到哪里都有他的人脉。如果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骆队长意味深长地看了我几眼，似乎还想问点什么，刚要开口，办公室的门突然被人猛地推开，齐恒和赵雪急匆匆地奔了进来。舅舅，宋宇咋不在审讯室？是不是跑了？没有。就在这时，赵雪突然晃了晃齐恒的胳膊。干嘛？宋宇在这。你好。我靠着沙发，面带微笑，一条腿翘在另一条腿上，手里端着一杯茶，虚空冲着齐恒敬了一下。舅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齐恒，你先出去，随后再和你解释吧。舅舅，齐恒有点着急，显然现在就想知道答案。出去。齐恒没辙，只好拉着赵雪出门。临走之前，面色复杂的看了我一眼。小鱼啊，今天这个事情就是一场误会，同学间的小打小闹都正常。你又是杨局长的人，咱们都是朋友了，直接握手言和就行。不用赔钱了。不用，你和小齐算是不打不相识吧。待会儿我把他叫进来，你俩聊聊天，喝喝茶，什么事都没了。这个结果我不满意，来这里我付出了时间和精力，刚才还被锁在讯问椅上，精神受到了很大的摧残。我还是个学生，哪扛得住这个？以前的事就不说了，但今天的精神损失费，齐恒还是要付下的，1万块吧，这是我的底线，你看怎样？说完，我抬起头，
目光炯炯，直视着骆队长的眼睛。顿时，骆队长的眼神中闪过极大的不悦，整张脸也迅速黑了下来。骆队长，也就冲你的面子了，换成别人，少于3万解决不了。骆队长呼了口气，摸出手机，拔出一个号码。过了一会儿，齐恒迈着大步走了进来。舅舅，你让我准备1万块钱干嘛？有吗？没那么多现金，好在旁边就是银行，我专门去取了一些。取了就好。骆队长接过来，微微捏了一下厚度，似乎觉得没啥问题，便转手交给了我。舅舅，什么意思？这是你赔偿宋瑜的精神损失费。我赔偿他？舅舅，为什么是我赔偿他？随后再跟你说，你先出去。不，我不出去。到底为什么？你告诉我。出去。骆队长的脸色一沉，声色俱厉。齐恒不敢再说什么，恨恨地看了我一眼，转身往外走去。小鱼，现在满意了吧？不错，骆队长办事还是很公道的。那当然了，我干这行的嘛，就是需要公平公正。来，继续喝茶。不了，时间也不早了，就不耽误骆队长下班了。好吧，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打我电话就好。骆队长说着客气话，但也没有真的留下手机号码，毕竟在他眼里，我连杨局都认识，哪里用得着一个小小的队长啊？走出公安局的大门，眼睛突然往前一瞟，整个人也随即呆立在了原地。公安局门口，7、8个人站在那里，其中有不少老熟人。狗哥，他就是宋瑜。听到这个称呼，我顿时倒吸一口凉气，知道他就是在云城和老狼齐名，号称东边一条狗的那个杜宾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宋瑜，你懂不懂规矩？怎么和狗哥说话的？咋地？我还给他磕一个呗。想到老狼曾说收拾他没问题，我也渐渐胆子大了起来。输人不能输阵，你是真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啊？走，都跟我一起干他。这时，杜宾摆摆手，制止了齐恒的举动，又上下看了看我。老狼呢？你能把他叫过来不？我想和他谈谈。给他打电话，老打不通。虽然老狼不怎么把他放在眼里，但看到他气定神闲的模样，心里又忍不住打起了鼓。到底是云城挺有名的大佬，不可能真让老狼随便拿捏的吧？我也联系不到老狼，他在撒谎。狗哥，我就刚才还让我拿1万块钱赔他，这事肯定是老狼在背后操盘和运作的。你真联系不到？联系不到。我咬着牙，觉得自己就是挨顿暴揍，也坚决不能把老狼给出卖了。宋瑜是吧？你放心，我跟老狼不一样，实在没兴趣对小角色动手。这样，你回去转告他，让他尽快联系我，否则我也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。他的意思很明确，老狼再不现身的话，就要对我动手。狗哥，就这么放过他？杜宾根本没有理他，很快带着人消失在马路上。由此就能看出齐恒的地位也不咋样。宋瑜，你别得意，老狼完蛋的时候，你小子也讨不了好。我轻轻捏了捏手指头，面带微笑。这里可就咱俩，我打不过他们，难道还打不过你？什么俩人？别忘了还有我。你不算人。你老公上去打他，我在旁边帮你。算了，等狗哥吧，收拾完了老狼，肯定不会放过他的。宋瑜，别以为你胜了几场，我就后悔当初没选择你。会打架算什么本事？能赚得来1分钱吗？能啊，刚才齐恒还赔了我1万块钱。齐恒就是比你条件好，就是比你有能耐。我爱他，永远爱他，你根本没希望。话落，赵雪直接抱住齐恒吻了上去，但还没有3秒，突然缩了回来。你的嘴好臭啊，怎么像吃了屎？没，今天没有刷牙。这么大的人了，怎么不知道刷牙啊？我恍惚明白了一切，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。笑什么笑？他就是不刷牙，我也乐意吻他。走吧。齐恒生怕我把他确实吃过屎的秘密抖露出来，慌不择路的拉着赵雪就跑。我蹲在地上笑了半天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恰好响起。狼哥，哎呀，从局子出来没？出来了，还讹了齐恒1万块钱。我不紧不慢的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。老狼听得哈哈大笑。你小子真可以，干得漂亮！这1万块就自己拿着花吧，毕竟是你凭本事讹来的嘛。出局子的时候碰见杜宾了，我又把刚才的事讲了一遍，并且着重描述了杜宾最后的威胁。你不用管，杜宾的事我会解决。狼哥，最好快点。杜宾说了，你要是再不现身，他有可能对我动手。咋了？怕了？说不怕是假的，我就是个学生，人家是成名那么久的大佬。没事，杜宾动不了你。这样，你先回学校吧，明天我就派人过去保护你。派谁啊？等见面就知道了。行了，先这样了，我还有点事情。虽然没有解决问题，但老狼这番话还是让我放松不少。到学校门口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正准备走进校区，就听踏踏踏的脚步声响起，一个消瘦的人影正从大门里奔出来。出租车，出租车。喂，大晚上的去哪？你回来了，不是被警察抓了吗？是啊。我叹着气，故意把事情说得很严重，让我赔1万块钱呢，不然就得蹲耗子了。哎，这不是回来凑钱了吗？我听说了。向影低下头去，从外套的口袋里抽出1沓钱，小心翼翼地递过来。我已经帮你凑好了，正想给你送过去呢。路灯下，我呆呆地看着向影，脑子里几乎一片空白。怎么了？一阵微风突然吹来，看着他那美丽动人的脸，我的鼻子突然一酸，张开双臂拥了过去。你干嘛？钱不是给你了吗？这钱跟别人借的。从向影的穿着打扮就能看出，他的家庭条件非常普通，绝不是能随手拿出1万的人。借了一部分，不过你别担心，我平时也有兼职，会努力还清他们的。你赶紧拿去用吧。不用了，跟谁借的，赶紧还回去吧。为什么呀？
刚才逗你玩的，不用赔钱，事情都解决了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有必要骗你吗？走走走，回去吧。我俩并肩而行，走在空旷寂寥的路上，光辉皎洁的月色倾洒下来，将我们二人的身上披了一层洁白的银纱。你真那么喜欢我啊？向影追了我好几年，这份恒心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。有时候我也纳闷自己有那么大魅力。就因为上次几个学姐在门口刁难你，强行让你买他们提供的洗漱用品，我就上去帮着解了下围，然后喜欢上我了。不止这事。说说看。向影却不肯说话了，只管闷头走路。得了，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。很快走到了男生宿舍楼的门口，但我并没停步，仍旧往前走着。你要去哪？我能去哪？送你回宿舍呗。难不成还去取经啊？不用啦。不用什么不用，走吧。我忍不住凶了一句，向影不敢再说话了，低头向前迈步。问你个事，你把我们宿舍的谁买通了？怎么每次都能掌握我的行踪？没有啊。还没有？当我傻？我发现你看着挺老实的，但有时候也会撒谎骗人，胆子大的时候还跟人打架。哪有？女寝就在男寝后面，走了约莫100来米就到了。虽然已经晚上10点多了，但女生宿舍楼门口还徘徊着不少黏腻的小情侣。行啊，就到这吧。看他准备离开，我叫了他一声向影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更进一步。向影的确是个好女孩，我隐隐有种不想错过的感觉。现在就结婚不好吧？你想的也太多了吧。行啊，回去吧，反正以后多来往呗。我是不是惹你生气了？没有，快回去吧，天有点凉了。那你笑一个呗。你怎么不笑一个？好，我先笑。皎白的月光倾洒下来，照在向影那张还未完全褪去羞涩的脸，一时间我看得有些呆了。这也太漂亮了吧？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那你笑一个呗。我呼了口气，冲他露出一个欢快的笑。这就对了吗？宋宇，我希望你永远都开开心心、快快乐乐的。说完，朝着女寝大门的方向奔去。回到宿舍，灯已经熄了，呼噜声此起彼伏，却隐约看到窗边还坐着一个人。老四，你咋还在这？别嫌弃我手上的疤和我身上的烟酒味，因为我难过的时候也不想哭。马飞的声音哽咽，泪眼朦胧，好似喝了2斤假酒。这时，白寒松坐了起来，冲我使劲的摆手，示意我不要再说话了。随后，我把公安局的事情说了一遍，齐恒赔了我1万块。你真能吹牛，要不这个老大你来做吧。不信拉倒，老四怎么还在一幕啊？别提了，整整1天了，但凡谁和他说句话，他就马上整段小词出来。睡觉。一觉醒来，我猛地从床上坐起，接着有些尴尬的摸摸头，因为我发现自己竟然梦到了向影。我转头瞄向左右，白寒松已经起床了，正准备洗漱，马飞则在床上安然睡着，脸上还有未干的泪痕。终于睡觉了，真以为他能一摸一夜。岂料这句话刚出口，白寒松疯狂冲我摆手示意，嘴巴还使劲做虚状，可惜还是迟了。马飞悠悠醒来，现在的我一身伤，一身债，半条命还活着，心里藏着疲惫和委屈，还在尽力讨好生活。这样不行，感觉老四快魔怔了，得想个法子让他走出来了。没啥事，过几天就好了。能一摸多久啊？超过1个礼拜再说。老三，齐恒的事真解决了？真的，不然我能从局里出来啊。那就好，反正你如果需要钱，就跟兄弟们说，哥几个打不了架，但其他忙还是能帮你的。放心吧，没啥问题。就在这时，宿舍的门突然被人推开，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走了进来，长得还挺帅气。同学，找谁？大家好，我叫陆有光，是你们的学长，已经毕业2、3年了。不过我很怀念母校，常常回来看看，顺便给学弟们推荐一些好用的小玩意儿。陆有光从斜挎的包里拿出一瓶清洁剂来，像是捧着什么宝贝一样，兴奋地介绍：这东西厉害了，可以洗衣服、擦鞋，关键时刻当肥皂和洗头水都没问题。说着，陆有光抓起一双鞋，呲呲呲地喷起来，又拿出一块白毛巾来上上下下地擦拭着。不需要，你出去吧。大学就是这样，总有人来推销东西，碰到这种事情就冷处理，避免被对方纠缠上。这宿舍怎么一个识货的都没有？陆有光的眼睛一瞟，突然发现了坐在窗边的马飞，我们还来不及阻止，陆有光已经扑了过去，拿起清洁剂就往马飞的鞋上喷。同学，看你长得这么帅，干净的鞋子才和你更配啊！怎么样，买1瓶吧，只要9块9，还送1块抹布和一个鞋刷。马飞低头看了一眼，眼神呆木的喃喃自语：走散的人或许一开始就不顺路。陆有光不明所以，继续卖力的推销，买2瓶送1瓶，只要18块8，错过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。沉默一点吧，这个世界太浮躁了，也给自己留些喘息的余地。哥们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就想让你买瓶清洁剂，你怎么还给我上起课了？咱都是大学生，不用跟我装这个逼，你就说买不买，别整这些废话。我和白寒松叫得差点从床上翻下去，白寒松是个老好人，走了过去。哥们，他心情不好，你别和他说话了。就在这时，宿舍的门突然狠狠被人踹开，几个凶神恶煞的青年迈步走了进来，领头的正是下巴上还打着石膏和封闭的凯凯。老狼派给我的保镖还没有到，杜宾的人就先找上门了。我本能的把手伸到枕头下面，拿出那只平时用来锻炼身体的臂力宝。宋宇，又见面了。怎么着？放心，我不打你，狗哥不让我对你动手，说你就是个小角色，没必要。你给老狼打电话，
说狗哥要和他见一面。我犹豫再三，还是拿出手机拨通了老狼的电话。电话连响了10几声，老狼却没有接。打不通，联系不上的话，那你就得跟我们走一趟了。我真联系不上他，绑了我也没用，他都不接我电话。之前他肯帮我忙，是我花了钱的。哪来这么多废话？快走！别看他在老狼面前怂的一批，连口大气都不敢喘，但在我这就嘚瑟起来了。真不能跟你们走，我一会儿还有课呢。凯凯伸出手来抓住了我的后领子，显然准备用强的了。我猛地抽出臂力棒就朝他脑袋砸了下去。凯凯猝不及防，脑门上跌下一抹鲜血，人也踉踉跄跄的往后退去。跟在凯凯身后的几个人都冲上来，我手持臂力棒胡乱挥舞了几下，便迅速朝窗边跑去。眼看我要陷入重围，这时陆有光迎了上来。大家好，推荐一款产品，我手里这瓶清洁剂效果非常好。陆有光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才看见我，迟了。陆有光手持清洁剂，呲呲呲的左右喷了一下，准备冲上来的几人惨叫一声，纷纷捂住了自己的眼睛。陆有光，你要干嘛？狼哥让我来的。这时我才明白，原来陆有光就是老狼派来保护我的。我赶紧爬上窗台，一溜烟钻了出去。给我追！陆有光转过头去，右手持清洁剂一通乱喷。哈哈，怎么样？厉不厉害？厉害！两边的人咋办？陆有光迅速看向左右，至少7、8个人正朝这边包围过来。凯凯不光在宿舍门外埋伏了人，窗户下面也有帮手。分头跑，王宫山见。狼哥在那里等咱们，今天要收拾杜宾了。知道老狼就在王宫山上，而且还要收拾杜宾，我的心中燃起一丝希望。对，老狼肯定是在幕后。人群立刻分成2波，一波追陆有光，一波追我。我拼命跑着，借助地理优势左躲右闪。不一会来到女生宿舍的走廊里，这里的人还算挺多，有抱着洗脸盆刚从水房走出来的，有头上卷着梳发棒满脸憔悴打哈欠的，还有穿着粉嫩嫩的可爱睡衣四处闲逛串门的。宿舍里进来男人了，流氓啊，有流氓进来了！女寝楼里一阵兵荒马乱，众女纷纷惊叫逃窜，各自奔回宿舍迅速锁门，但也有不怕死的探出头来，一脸兴奋与期待。流氓在哪？解空窗4年了，蜘蛛网都快长出来了，巴不得有流氓光顾一下。这时向颖探出脑袋，面色紧张的朝我摆手，看到他的瞬间我也松了口气。与此同时，身后的脚步声也越来越近，追我的那群家伙已经追上来了。吱呀一声，斜对角的宿舍门突然开了，竟是赵雪。看到我，又看到身后的追兵，赵雪立刻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了。他在这里，他在这里！你再乱喊，我可不客气了哦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？赵雪看清楚向颖的脸后，又戛然而止，似乎想起什么，面色也变得苍白起来。再乱说，你小心点！我也想起之前在某个阶梯教室门口，向颖曾经威胁赵雪的一幕，他掌握着赵雪的什么秘密？此时我的心中无比激动，忍不住的抱住向颖。别动手，咱们还没结婚。就动。笑了一声，随即一头钻进他的宿舍。向颖也赶紧把门给关上了，还迅速咔嗒一声反了锁。宋宇，你又惹什么麻烦了？知道小颖一天天要为你操多少心不？你要有点良心，以后就好好对她。别说了。怎么不说？我早就想说了，你对她多好啊，恨不得跟老毛子一样伺候她，但她从来对你不闻不问，什么玩意儿？哼！行，我以后对她好，但你现在必须让开，我得借用一下你们的窗户。躲在这里不是长久之计，而且追我那几个人刚才拐过来的时候，已经看到我进来了。破个宿舍的门对他们来说实在太简单了。与此同时，宿舍的门咣当一声，外面的人还真闯了进来，一个个都手里拎着棍棒。宋宇，你赶紧走！向颖立刻拦在宿舍中央，虽然害怕，但又不肯挪动半分。我已经奔到了窗台上，班长，把他拉开。虚儿一把将向颖拖到了旁边，我一个箭步跃了下去，朝后门的方向奔去，心里一股子火气。在自家学校还能被人这么追打，保卫科的人都在吃干饭吗？距离后门越来越近，我看到学校大门站着2个保安，一直朝校园方向不断扫来。我心里一动，随即躲到了旁边的大树后。不一会，一群社会人追了过来，2名保安笑呵呵的迎了上去。那个学生过来没有？没看到啊，我们一直在这盯着，估计是躲在哪了。我轮返回去找一找，你们继续在这守着，看到他就告诉我们。好嘞，放心。听到这，我的心简直凉到了骨头里。学校保安和外人居然勾结到了一起，看着那2个保安，我的脑中突然生出一个主意，摸出手机给白寒松打了个电话。你怎么样了？我暂时没事。咱学校保卫科的李队长，上次听你说过他的事迹，是真的吗？那你真是问对人了。时间紧迫，我让白寒松抓紧时间又挑了几件事讲。保真吗？绝对保真，从我嘴里说出去的还能有假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跟大家说我没事。随后挂断电话，我稍微捋了一下思绪，接着给保卫科打电话，问到了李队长的手机号码。谁呀？李队长你好，我是市场营销2班的宋宇。哦，有什么事？李队长，学校后门有2保安，能让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放我出去吗？
什么意思？李队长，不管你和凯凯或者杜宾有什么关系，帮着外面的人抓自己学生，终归不怎么地道吧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李队长，我的耐心有限，不然我就告诉食堂的周师傅，说你和他老婆有染。你在胡说什么？食堂的周师傅可是个暴脾气，关键是手里经常拎着一把菜刀或者擀面杖。经过短暂的考虑后，李队长的语气终于软了下来。我突然想起来，后门那俩保安刚好需要来我办公室领个东西。谢谢李队长了，放心，视频我会销毁，消息也不会传出去。说完，我把电话挂了。不到一会儿，2个保安接到电话，便朝教工楼的方向去了。我快速窜向后门，在那里，快追！还在附近晃悠的凯凯看到了我，立刻追了过来，而我一头扎进王宫山里。这时，前方不远处密集的树木之间有人影晃动，我决定谨慎些，一个闪身藏进了旁边的草丛里。山下的凯凯领着一群人追了过来，与此同时，前方也出现几个人，正是刚才晃动的人影。几个人影立刻打着招呼：“那小子呢？看到没有？”“没有啊。”“怎么可能？我们一路跟过来的，那小子就是往山上跑了。那个叫宋宇的是不是发现你们了？没去山上，也没返回山下，肯定就在附近。大家分散左右去找。”众人立刻散了出去，在附近的树林里搜索起来。凯凯则站在原地，拿出手机：“狗哥，没有追到，但肯定在王宫山。那个陆有光也来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”就在这里等你。我趴在草丛里一动不动，我拨了一些杂草盖在自己身上。凯凯愣了一下，迈步朝我这边走了过来。我的一颗心提到了喉咙眼。就在这时，一双大脚从我身上跨了过去。是你？刚才听到这有动静，所以过来看看发生什么事了。我们在追宋宇，你过来的时候看到他没？没看到啊，这里不是只有你？应该就在附近。小四他们都去找了，你就在这守着点吧。狗哥马上就过来了，我去山脚接一下他。李东点了点头，凯凯转身朝着山下去，确定凯凯和小四都远去了，李东才转过身来，注视着我藏身的地方。走吧，趁没人看见。别以为这样做我就会原谅你了。没让你原谅我，而且我也没后悔当初那么做，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很值，虽然最后没成功吧。你现在跟杜宾啊？是啊，不跟怎么办啊？就我这个能力，也找不到正儿八经的工作。也不错啊，你以前就想当个社会人，现在也算是如愿以偿了吧？哪那么容易啊？杜宾手底下也就几个核心人员，而且我现在都没资格往杜宾身边凑，一个月才3000块钱。我不说话了，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总不能鼓励他继续奋发向上吧？也正因为一个月才3000块钱，所以才没有出卖你。我还得感谢你呗。不用感谢，但凡有1万块，我刚才就告发你了。行了，走吧，路上还有一些埋伏。我可不白领你的人情。我咬咬牙，从怀里摸出一个信封，伸手交到了李东手上。你奶的病需要不少药钱是吧？这个你先拿去应急。想到李东他奶以前没少给我做饭吃，也算尽了我这个晚辈一点小小的心意了。小鱼，谢谢你。少废话，给你奶的不是给你。还有，我不会原谅你，不要异想天开。我转身朝着山上奔去，我不会原谅他，永远都不会原谅他。果不其然，路上又遇到一些埋伏，但都被我轻轻松松躲过去。眼看距离山顶越来越近，终于还是被发现了行踪。快来人，宋瑜在这里！那个青年抡起手里的镐把就朝我胳膊来了一下，我忍着疼，一臂力棒狠狠甩在他的脸上。但是这一耽搁，各式各样的武器甩手就要往我的头上抡。就在这时，陆有光手持清洁剂对着那几个人就喷。快走！我俩一起往山顶奔去。陆有光一边跑一边问：怎么样，受伤没有？没有，肩膀和后背挨了一下，但没多大事。那就好，狼哥让我来保护你，让你受伤可就麻烦了。这无语，也就宿舍里出现一次，快到山顶的时候出现一次，到底保护了我啥？我一转头，看到陆有光头上好几个大包，脸上也青一块紫一块的，估摸着一路走来也不容易。挺好的，你咋样啊？看着伤不少啊。我没事，刚才一个人干他们7、8个，受点伤不是很正常吗？我没说话，还一个人打7、8个，还不如凑个整，说自己可以打10个。陆有光不知道我在想什么，还在不断吹牛。他们的埋伏是真多啊，但没什么卵用，我干得他们嗷嗷叫，以后听到我的名字就害怕。我实在不想听下去，好在转眼间已经到了山顶。老狼坐着一把折叠椅，身前还有一张1米多长的茶台，身上穿着一套干净整洁的休闲装，像是出来度假的小老板。来了，坐。狼哥，杜宾马上就过来了。知道，在这等着就可以了。老狼给我推过来一个茶碗，看他这么淡定，我的一颗心顿时更踏实了。端起茶碗抿了一口，好茶。嘿嘿，你哥赏给我的，正儿八经的明前龙井。正想问问我哥现在怎么样了，陆有光也气喘吁吁的奔了过来，拿起面前的茶碗一饮而尽。狼哥，不解渴，再来一碗。辛苦你了，小意思，都引过来了，引过来了。陆有光大咧咧的说着，还伸手指了一下山脚的方向。恐怕不是引过来的，我总觉得杜宾早就知道你在这里，他好像是将计就计，要把你给反包围了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我也发觉杜宾早有准备。老狼却没有回话，眼看对面的人越聚越多，我凑过头去，小心翼翼地说：狼哥，差不多了，该让咱们的人出来了吧？人？什么人？你不是今天要收拾杜宾吗？对呀，不然我来干什么了？总不能咱3个收拾吧？你肯定埋伏了人是不是？该让他们出来了吧？没有人，就咱们仨。
狼哥，都这时候了，就别开玩笑了吧？咱仨哪里打得过这么多？我心脏不好，经不起下。没吓你啊，真的就咱们仨。老狼转头看向陆有光，你怎么样？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我能打10个。狼哥，近几年你纵情声色，身体大不如前，打8个就好了。狼哥，真的别开玩笑了，赶紧把人叫出来吧。真的没人，你怎么不信呢？这桌子谁给你搬上来的？我自己啊，这玩意儿又不重，一只手就提溜上来了。这时，对面的人群突然一阵骚乱，默契的腾出一条道来。杜宾与凯凯走了过来。老狼，你终于现身了。我一直也没躲啊，只是前几天有事，现在才有空和你见一面。打我兄弟的事怎么解决？你想怎么解决？老狼，凯凯从一开始就很有礼貌，而且也自报家门了，你还把他打成这样，是不是太不给我面子了？哪来这么多废话，啰里啰嗦的？不是问你想怎么解决吗？杜宾咬着牙，目射金光。那就按江湖规矩吧，医药费、误工费、精神损失费，要你3万块钱不多吧？不多，凯凯也算小有名气，3万块钱算是市场价了，但我不给。你是想打架了？大败。陆有光猛地站了起来，使劲拍着自己胸膛。我能打10个。而在他站起来的瞬间，对面人群中有一小部分竟然往后退了几步，似乎对陆有光有着深深的惧意和恐慌。老狼，既然你想打，那我就奉陪了。你把你的人都叫出来吧。什么人？我没有人。千方百计把我引到这来，不就是在山顶埋伏了人吗？赶紧叫出来，别墨迹了。杜宾和我想的一样，都觉得老狼肯定在后面藏了人。真的没人，这里就我们仨。老狼，我告诉你，故弄玄虚也没有用，甭管你在后面藏了多少人，老子这次有备而来。杜宾拍了拍手，山下又有脚步声响起，对面顿时乌泱泱的一片。狼哥，我就是能打10个，也扛不住这么多人啊。没事，胜利终将属于咱们。看他依旧这么淡定，我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小树。不用看了，真的没有，把注意力放在今天的第2个主角上吧。我满脸疑惑，顺着老狼的目光看过去，对面的第2波人里有个中年男人明显占据 C 位。杨开山，听说过他吧？听说过。拜李东所赐，我对云城道上的格局还算了解。东边一条狗，西边一只羊，南边一缕风，北边一道墙，中间还趴着一头狼。这位杨开山就是号称西边一只羊的那位。老狼，好久不见啊！见不见的，有什么所谓啊？咱俩深夜还有冲突，所以杜宾叫我来对付你，我就马不停蹄的来了。怎么样，够不够尊重你？这么恨我啊？必须的啊！恨不得你马上就死。行了，如果你是在等我现身，那开始吧。现在人都齐了。我确实是在等你，但我没想到你真的来了。杨开山一伸手，从身边的人手里接过一柄钢刀。我打听过了，你手下的人里除了这个陆有光，其他的一个都没动，所以我真的很纳闷，你到底准备了些什么？当然，你要是从外地调兵遣将，今天这个灾我就算是认了。得了吧，我能在本地玩好就不错了，还跑外地摇人，真没那么大的本事。老杨，别跟他废话了。甭管他有什么后招，咱们2个都联手了，还能让他在云城翻了天。直到此时，老狼终于站起身来。今天请2位来，不是我的主意，真正的东道主其实另有其人。什么意思？有人想见你们，但不方便直接去找，所以就用了这个法子，请你们来王宫山见一面。是呀，他来了，你们自己看吧。只见不远处，一个不到30岁的青年正缓步走上来。杜宾和杨开山顿时脸色一变，现场其他人一脸迷茫，显然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。很快，青年来到众人身前。陈哥。宋晨点了点头，并未理他，而是看向杜宾和杨开山。陈哥，你出来了。陈哥，咋没说一声呢？我好去接你来了。面对俩人的共同问候，宋晨并未展现出过多的情绪，仿佛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。你们俩跟我来。3人很快消失在藤林间，剩下的人均是面面相觑，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没事，打不起来了，大家都把家伙收起来吧。狼哥，真的打不起来了？真的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还想让你们看看我一打10的英姿。我没说话，坐在一边默默地喝着茶，同时在脑海中思索宋晨到底是干嘛的，怎么年纪轻轻就凌驾于这些大佬之上了。就在这时，丛林里突然传来几道清脆的巴掌声，现场众人均是一脸愕然。才打几巴掌啊，真是便宜他们了。陈哥现在真是大度。不过很快又传来咣咣当当的声音，这就对了吗？好大一会儿，3人走了出来，仍是宋晨在前，杜宾和杨开山在后，两人的脸均是通红肿胀，浑身上下也都是脚印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。现场众人全都看呆了，但奇怪的是，杜宾和杨开山的眼神中反而有种劫后余生的愉悦。来到众人身前，宋晨站定，回头对杜宾和杨开山开口：“知道接下来怎么做吧？”杜宾和杨开山小鸡啄米似的点头：“那就走吧。”2人如蒙大赦，立刻摆手示意，带着各自的手下急匆匆下山。老狼笑呵呵的迈步走了上去，我和陆有光紧随其后。老狼先打了声招呼，接着又冲陆有光说：“叫陈哥。”陈哥！陆有光赶紧叫了一声，又冲我说：“快叫陈哥！怎么没点眼力劲儿呢？”
哥。什么哥？臣子被你吞了，狼哥都不敢这么叫，情商也太低了。老狼赶紧用手杵了他一下胳膊，制止他继续说下去。咋了，狼哥？我在叫宋瑜说话呢，他这样的将来肯定吃亏。话没说完，宋晨突然伸出双臂将我拥住，我同样伸出双臂紧紧抱住了他。干得不错，不愧是老宋家的种。我的眼眶泛红，但还是嘴硬的道：那还用说，别用老眼光看人，我也不是小时候了。挺好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宋晨拍拍我的脊背，这才松开了我，转头对老狼说：我要出去一趟，小鱼就交给你照顾了。没问题。你要去哪？去办点事，很快回来，到时候咱们再聚，有啥问题就找老狼。在云城这个地界，他还是很可以的。其实我憋了一肚子话想和宋晨说，但他好像着急要走。宋晨笑了笑，摸了摸我的头，又冲老狼说道：小鱼快毕业了是吧？工作的问题帮忙解决一下。没问题，让他去龙门集团吧。可以，就这么定了。好，随后我就安排。听着二人的对话，我的心中当然无比澎湃。龙门集团啊，多少人眼里的香饽饽，但在宋晨和老狼的嘴里，好像吃饭喝水一样简单。那我就先走了，等我回来不能看到小鱼少一根汗毛。放心，就是我死，小鱼也不会有一点事。拜拜。看着宋晨逐渐消失的背影，我总感觉想再见面似乎难了。随后我们仨一起下山，一直走到学校后门。小鱼，你先回去等我消息，我给你办一下龙门集团的事。我点点头，还是忍不住问：我哥去干嘛了？他去查个事情，跟他之前坐牢有关。刚才见杜宾和杨开山，就是因为这个。老狼没具体说，我也不好再问。你哥现在不太方便抛头露面，你也别跟其他人说他是你哥，否则很有可能引来麻烦。这么一说，我又紧张起来，总觉得宋晨的事不太简单。放心，你哥没问题的，等他回来就好。我再次点头，相信老狼，也相信宋晨。回去吧，等我消息，准备去龙门集团报道。我转头迈进学校后门，都走出去老远了，还听到陆有光惊讶的呼声。原来他们是亲兄弟，我还傻乎乎的让人家叫陈哥，小丑竟是我自己。我忍不住笑了一声，又想到自己即将要去龙门集团报道，奔到女生宿舍楼下，摸出手机打出去一个电话。向影，下来。随后，只见向影穿了一身睡衣就奔出来。搞什么？也不换身衣服。我着急。我没事，去换件衣服吧，咱们去吃个饭。啊？咋了？不愿意和我一起吃饭啊？我还没和男生吃过饭。大姐，就吃个饭，怀不了孕，麻溜的去换衣服，穿你最漂亮的出来。我按着她的肩膀，强行将她的身子调转180度，向影这才进了女生宿舍。这时，只见赵雪从宿舍楼里走了出来。宋宇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杜宾今天不是收拾你吗？让你失望了，杜宾没收拾我，反而自己被收拾了。怎么可能？信不信由你，你去打听一下不就完了？宋宇，你什么态度？你以前对我从来不这样的，就因为我有了新的男朋友。那不然呢？还指望我继续给你当舔狗啊？宋宇，这就是你的为人，得不到就心怀怨恨，得亏我当初没有跟你。说到这里，赵雪又得意了起来。知道吗？齐恒马上就转正了，即将成为龙门集团的正式员工。区一个龙门集团，说的就跟要去皇宫当差似的。你还不把龙门集团放在眼里？有能耐你也进去啊！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传来2道轻微的咳嗽声。赵雪回头看了一眼，嘴巴瞬间闭上了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向影站在了她身后，此刻却盯着赵雪的脸，眼睛里难得有了火。给宋玉道歉，对不起。说完，赵雪立刻拔腿就跑。你到底抓了赵雪什么把柄啊？让她这么怕你？能告诉我不？以后想治她就有法子了。不能说。为什么？就是不能说。别看向影瞅着柔柔弱弱的，我早发现这姑娘骨子里相当倔。算了，不说就不说，吃饭去吧。到了食堂，吃饭的人还不算多，我们去打各自爱吃的东西。等我捧着盘子回来时，向影已经坐下来。我瞥了一眼她盘子里的食物，发现竟是些青菜、豆腐一类的。你就吃这些啊？怎么啦？不是挺健康吗？健康什么？看你瘦的。我把自己盘子的鸡腿、排骨分给她1大半，随后我把饭卡掏出来，推到她身前。以后我在学校，咱们就一起吃饭，我要不在，你就自己吃，一天必须消费够50块。这是包养我啊！这姑娘真是语出惊人，我哭笑不得。对，包养你，以后你的1日3餐我都包了。不用啊，其实我还蛮有钱的。看着向影身上那件洗到几近发白的红色卫衣，明显就是贫困家庭。对，你有钱，但我就想包你行吗？不能让我体验一下霸道总裁的感觉。你们男生都喜欢当霸道总裁呀？那当然了，哪个男的没幻想过自己是霸总啊？好，那我接受你的包养。说完，他将我的饭卡收了起来，饭后将他送回女寝楼后，我也回到男生宿舍，推门进去，总体格局并没什么变化。白寒松在打游戏，马飞还在窗边发呆。老三，你回来了，事情怎么样了？没事了，都解决了。接着又转头瞄向窗边的马飞，现在好很多了，只要不主动跟他搭话，一般是不会往外蹦语录的。我这才松了口气，跳到床上，打开笔记本电脑，整理起我自己的毕业论文来。老三，论文不用那么认真，咱们这种破学校卡的也不严格，有这时间不如多找一下工作。当初我能考重点大学，因为宋晨的事才耽误了，但即便是来到这所3本，对自己的要求也从没放低过。至关重要的毕业论文，自然也不想糊弄。知道了，老大，我就随便看看。
老三，像你这么优秀，其实可以试试龙门集团的。我刚想要说话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片刻之后，白寒松看我面色奇怪，老三咋了？龙门集团人事部的高经理通知我明天过去面试。宿舍里一片寂静，就连一直痴痴呆呆的马飞都转过头。不会是诈骗电话的？这年头骗人的太多了，小心被拉到国外去嘎腰子。自己的失败固然可怕，但朋友的成功更令人揪心。只是面试通知还没有定下来，大家先不要往外传，等确定入职了再讲吧。话虽然这么说，但晚上和向颖一起吃饭的时候，还是第一时间将这消息告诉了他。食堂角落的餐桌边上，向颖一脸惊讶地看着我。你要去龙门集团上班了？理论来说只是面试通知，但我觉得8、9不离10吧。你等着。说完就急匆匆转身朝着门外奔去，不知道他去干嘛了，我也只好等着。结果这一等，食堂都快关门了，给向颖打电话，他也没接，无奈之下只好先回宿舍。一直到晚上10点多时，向颖才打来电话让我出去一趟。向颖站在南寝楼的门口，手上还拎着2个棕色的纸袋。给你。什么？你不是要面试吗？这是西装和皮鞋。乱花什么钱啊？你很富吗？快退了去。没多少钱。再说你都包养我了，我还不能回馈一下吗？我挑了很久的。向颖低着头，使劲地搓着手，眼睛里微微闪着泪花。好，我试试，你别哭了。多少钱？我转给你。你先试试吗？好，那你在这等我。看他冻得脸都有点白了，我把外套脱下来披在他身上，将袋子接了过来，迅速转身朝着男生宿舍奔去。回到寝室，我立刻将西装取出来穿上，竟然都挺合身。老三，西装都整上了。白寒松翻开我的后领一看，顿时惊呼出声。杰尼亚，好家伙，国际大牌！接着他又蹲下身去翻了一下鞋面，维利斯，意大利知名品牌。老三，你发财了，苟富贵勿相忘啊！我知道向颖绝买不起这么贵的东西，当然不会拆向颖的台，顺便还装了一把逼。呵呵，你对哥的经济实力一无所知。下楼以后，向颖看我换上西装皮鞋，他满意的笑了起来。好帅，眼光不错。多少钱啊？我转给你。没多少钱，不用了，真的，你穿上好帅啊。向颖红着脸将外套还给我，一溜烟的消失不见。我知道，就算转给他也不会收的。第二天上午，我跟导员请了个假，便赶往龙门集团。到人事部的门口，结果这里大排长龙。就在这时，2道熟悉的声音在走廊上响起：老公，能让你家想办法把我也弄进龙门集团吗？这个恐怕有点难度，我尽量和家里谈吧。之前你不是还想把李东弄进来吗？那是我诓他的，我要有这本事就好了。我皱起眉头，转身看去，是齐恒和赵雪。我并不想搭理他们，直接把头转了过去。老公，当初你和宋宇一起追我，我最终还是选择了你，你可千万别跟我分手啊！你老提他干嘛？你要是喜欢他，就回去找他吧。我就喜欢你一个，他比你差远了。那还用说，他连我的一块脚趾甲都不如。我终于忍无可忍了，猛地转头。你俩有病吧？聊天就聊天，总提我干什么玩意儿？宋宇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关你屁事！齐恒眼尖看到了我手中的简历。如果你是来求职的，我劝你放弃吧。如果没有关系，龙门集团不可能利用外贸学院的人。就在这时，一个30多岁的女人正从走廊另一边踱过来，齐恒最先迎了上去。高经理，我过来办转正手续。找其他人办，没看我忙着呢。齐恒讨了个不痛快，只能悻悻地退到一边。我走到高经理身前。高经理，我是宋宇，昨天你给我打电话，叫我今天过来面试的。等你一早晨了，终于到了，来吧。旁边的齐恒和赵雪目瞪口呆地看着我。高经理将我领进一间独立的办公室，翻了翻我的简历，面无表情。成绩还行，奖学金拿了不少啊，另外实习经验也很丰富，总体来说没什么大问题。高经理将简历放下，抬头朝我看来。当然，你是老狼介绍的人，没有以上这些条件也能进来。感谢。我一点没觉得靠背景是件丢人的事，因为小时候宋晨就教育我，这个世界本质是个人情社会，朋友多了路才会好走。虽然进来是没问题，但一切还是按流程走，从实习开始吧，为期1个月，如果表现不达标，还是要扫地出门的。好，你是学市场营销的，就去营销部吧。可以。随后签署完实习合同，高经理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。这次面试挺认真啊，杰尼亚的西装和维利斯的皮鞋都搞来了。没有，都是假货。哈哈，是不是假货，我还能看不出来。行了，走吧。从人事部出来，我还特意看了一下左侧，发现齐恒和赵雪的踪迹。出了龙门集团，第一时间便给向颖打电话，说我面试通过了，明天就能开始实习。好。下午我去找导员请个假，晚上我请你吃大餐。好呀。我刚想说点什么，就听电话那边窸窸窣窣的，接着班长屈佩尔的声音响起：宋宇，什么事啊？这么高兴，只请小颖一个人吃饭可不行啊，我们宿舍的都得请。今天晚上一起吃饭，我们宿舍的也一起，就当是联谊了。可以。
随后挂了电话。回学校的路上，我给导员打了个电话，导员让我找班长领个条子，然后再找他签字就可以了。我们班有2个班长，一个负责女生，就是去佩尔，一个负责男生，叫管剑术。我和管剑术不太对付，因为他一直喜欢向影，向影偏偏又喜欢我，这就导致他对我有点敌意。回到学校，我先去宿舍换了衣服，接着急匆匆赶到教室。白寒松看到我后立刻围了上来，刚想问我面试结果怎么样，去佩尔、向影等几个女生也进来了。宋宇，你到底有什么事啊？是不是跟小影表白了？没有，你别瞎说。什么没有？他不表白，你能乐成这样子啊？我早看好你俩，感觉你们一定能成。四周的人都大笑起来。向影瞬间就红了脸，这时四周突然安静下来，原来是管剑术进来了。他沉默着走上讲台，敲了敲桌子，来开会。我坐在了向影身边，甚至大咧咧搂着他的肩膀，结果他太害羞，将我的手拨开了。看到这幕，管剑术的脸终于缓和一些。家人们，作为正班长，听说很多同学还没找到工作，所以我给大家谋取了些福利。他分别给大家发了一份文件，原来是某电子厂的实习合同，但是这份合同上的工资1个月竟然才1800，不用动脑子也知道怎么回事。他在教室里走来走去，不一会儿，他便来到向影身前，看看左右之后，低声道：“小影，你不用签，我给你找了个文员的工作，年底还有奖金和福利，我就在隔壁的项目部，照顾你是没什么问题的。”管剑术这番话虽然刻意避着其他人，但完全没有忌讳我，显然是故意让我听。不用了，班长大人，小影的工作我帮他找。你帮他找？你先搞定自己的工作吧。宋宇，都快毕业了，你找好工作没啊？找好了，刚才还给导员打电话，他让我找你领个假条呢。什么工作啊？管剑术从衣领里面拽出一张工作牌来，上面显示他是某建筑公司项目部的实习工作人员。不过我只瞥了一眼。我的工作还行吧，比你这个要好一些。比我的要好些？什么工作啊？难道你去龙门集团了？哼，你会算卦，猜的还真准。我掏出实习盒子，拍在面前的桌子上。屈佩尔本来和管剑术不和，这时候更是落井下石。原来宋宇拿到了龙门集团的 offer 啊，怪不得晚上要请我们全宿舍吃饭呢。小影眼光真是可以，怪不得喜欢宋宇那么久，这是要提前把潜力股拿下了。看到印着龙门集团字样的实习合同，管剑术的一张脸都绿了。我笑了一下，当着管剑术的面，直接牵起向影的手。班长大人，请个假哈，我和向影出去约个会。走到一半，我又想起什么。对了，班长，你得给我个请假条，我去龙门集团实习，接下来有一些课没法上了。管剑术感觉快吐血了，顺利拿到请假条后，我便继续牵着向影的手往外走去。结果刚出教室，向影就赶紧把手缩了回去。干嘛？还没结婚？这姑娘都传统到这种地步了吗？牵个手都得等结婚以后啊。我回去上课了。刚帮你请了假，又拽着你出来了，这会儿回去不是打我脸啊？那怎么办？陪我随便走走。我和向影行走在校园的小道上，他始终低着头，一句话都不说。追我的时候不是挺大胆吗？怎么真的在一起了反而这么扭捏？没有啊。算了，跟我来。我想起一件事，直接朝着校外走去。学校对面就是条商业街，我将他领到一家衣服店，便给他挑了一身衣服。干嘛呀？晚上2个宿舍联谊，你要打扮得漂亮点，知道吗？去试衣间看看合不合身。不用试了，合身。不是，你还没试怎么知道？我就是穿这个号的，肯定合身。向影小声说着，眼神里满是哀求。我知道他是害羞，不想在外面试衣服，只能点点头。行吧，那送你回去喽，在宿舍试一试，不合身再来换。好。我拎着袋子送向影回学校，走到女生宿舍楼下的时候，我把袋子交到她手上。找工作的事不用急，以我的能力在龙门集团，短时间内升职加薪不是问题，到时候会想办法把你弄进去的。好。去吧，晚上我来接你。回到宿舍，几个舍友已经下课回来，得知晚上要和向影他们宿舍联谊，一个个兴奋不已，纷纷跑去收拾去了。这时手机突然来了一条消息，是赵雪发来的。宋宇，恭喜你呀，去龙门集团实习了，将来的前途肯定一片光明。你到底在玩什么把戏？没有在玩，是真心祝福你，为你感到开心。别掉了姐姐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宋宇，我没钓你，如果你先进入龙门集团，我肯定就是你的人了。那你直接嫁给龙门集团得了呗。你还恨我是吗？我要做什么才能获得你的原谅？大姐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发这些不考虑齐衡的感受吗？为什么考虑他？宋宇，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朋友，还是差一点点就能成为恋人的朋友。我正纳闷赵雪到底搞什么鬼，在阳台的白寒松突然哈哈大笑起来。今天大八卦，齐衡和赵雪分手了。什么？真的，相信我的情报，齐衡今天转正了，第一时间就甩了赵雪。在这场名为爱情的游戏里，没有人能独善其身，你、我、他都不可能。好家伙，我说怎么又来钓鱼，整半天是被人给踹了。我哭笑不得，迅速在手机上打了几个字发过去。大鼻涕到嘴边知道甩了，迟了，拜拜了您嘞。发完消息，我直接把赵雪拉黑。兄弟们，收拾好了没有？准备出发了。几人跟着我一起出了宿舍，我给向影打了个电话，告诉他可以和舍友们下来了。
哦，好，你等一下。向颖迅速挂了电话，我正纳闷怎么回事，屈佩儿突然给我弹了视频消息，屏幕上几个女生正围着向颖，有给她卷头发的，有给她化妆的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宋宇，大学4年了，小颖不仅换上了新衣服，还第一次主动要求我们给她打扮。哎呀，你别，宋宇，你要敢对我家小颖不好，我们几个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放心吧，不要着急，我们多等一会儿也行。我笑了笑，挂了电话，心里自然甜丝丝的。老三，你这是和向颖正式在一起了？还没，不过我觉得快了吧。真好，向颖挺不错的，你一定要珍惜。热闹是别人的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哥几个一边聊天一边等着女生们下楼。白寒松看着手机，突然又大笑起来。又一个惊天大八卦，齐衡甩了赵雪以后，又瞄上了颜玉珠，听说都准备表白了。众人均是倒吸一口凉气。颜玉珠是所有人公认的校花，家世优异，而且几个星期前，她还拿到了龙门集团的 offer。齐衡也真是自信心爆棚啊，入职个龙门集团就敢对颜玉珠下手了。能进龙门集团确实是人上人啊，如果是我，肯定也想试试。这时我看到了向颖在屈佩儿等女生的簇拥下走了出来。我的天，这也太漂亮了！以前知道向颖长得好看，但没想到是这么好看。马飞也被震得说不出话来了，而我早就见识过向颖的真容，只是淡淡笑着。向颖，快来。小颖，你要习惯，你本来就该受到这样的瞩目，大胆点。屈佩儿和另外2个女生推着向颖的肩膀往前走，一边走还一边说：宋宇，你捡大便宜了，知道吗？但也就在这时，一大群人欢呼着往这边走来，有手里举着鲜花和气球的，还有负责弹吉他搞气氛的。他们很快来到女生宿舍楼下，一众人兴高采烈的喊着。人群中央正是齐衡，一个高挑的身影突然自女寝楼门口出现，他直接朝齐衡的方向走过去。干嘛？严主管，我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吧。齐衡，你今天才转正，刚调到我手底下工作，就搞这套。严主管，我刚进学校的时候就爱上了你，当我进入龙门集团调到你手下时，才恍然发现这是缘分使然。现场众人均是一片哗然，要知道颜玉珠也刚实习没多久，竟然都做主管了。我下来就是想告诉你，不要痴心妄想了，摆着一堆垃圾也不知道丢人。严主管，我差在哪了？为什么不肯接受我？首先，我根本看不上你；其次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不可能，我之所以敢来表白，就是因为提前调查过，你根本没有男朋友。不，我有男朋友。是谁？说出来！如果真有这个人，我保证以后不纠缠你。我男朋友就在现场。颜玉珠左右看了看，突然朝着我们这边走过来。不会是我吧？幸福来得这么突然吧？谁尿黄？快咨询我！很快，颜玉珠便来到我们身前，然后指着我，他就是我男朋友。现场迅速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朝我看了过来，包括向颖和屈佩儿等人。不是。我的脑袋有些发懵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颜玉珠直接挎着我胳膊。他就是我男朋友。严主管，就算你要气我，不用非得是他吧？我俩之间还有矛盾。谁管你们有没有矛盾？这就是我男朋友。严主管，怎么还不相信？颜玉珠突然转过头来，在我脸上啪嗒亲了一下，现场迅速起了一阵骚动，我内心一阵慌乱，立刻朝向颖的位置看去，却发现向颖根本不在，只有屈佩儿等人正一脸惊讶的看着我。严主管，不用这样子吧？怎么多亲几下你才信啊？好，我走。齐衡气得咬牙，立马掉头就走。颜玉珠把胳膊从我臂弯里抽出来，拍了拍我肩膀。行了，回头一起吃饭。老三，你估摸着把后半辈子的运气都用完了，以后过马路的时候都小心一点吧。我没空搭理他，急忙朝曲佩儿等人说道。颜玉珠刚才是随便找了个人演戏。废话，怎么可能是真的吗？除了小颖，谁会看得上你？我这才松了口气，看来大家还是很聪明的，不会被这种狗血剧情迷惑。向颖是不是回宿舍了？你们赶紧去劝劝她，我担心这妮子会当真。这时脚步声响，正是向颖走了出来。你去哪了？我去洗手间了呀。刚才我认认真真将刚才的事讲了一遍。没关系啊。真的。真的。看他眼神真诚，脸上还带着笑，不像撒谎的样子，我才稍稍松了口气。好了，你又没和我们向颖正式在一起，不要随便拉人家的胳膊和手好不？那还不是迟早的事。那你倒是赶紧的。现在确定关系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我总觉得火候未到，便错开这个话题。走，去吃饭了。哼，渣男。来到对面商业街里的福满楼餐厅，我们是提前订了位子的。吃饭中，大家的话题慢慢杂乱起来。这时，白寒松悄悄对我说了几句话。你确定吗？拜托了，老三。白寒松面色严肃，不动声色的把手机放在桌上。呀，折叠手机，老大，你可以啊！什么时候换了新的手机？呵呵，不值一提，也就1万多而已，和我的零花钱相比不算什么。真羡慕你啊，家庭条件那么好，听说你马上要去银行工作了啊！我爸找的关系，我不想去，他还非让我去，说是工资高还稳定。几个女生果然都朝白寒松看过来，让他虚荣的心得到极大满足。我还以为接下来要给某转和某物做广告了，用不用去评论区点击链接领取福利啊？几个女生都笑了起来，唯有向颖一脸迷茫。这时马飞突然盯着窗外悠悠说话。这一年风好大，刮走了我原有的骄傲，也失去了自己最初的模样。我们几个顿时一脸尴尬，正想解释一下，其中一个叫卢云熙的女生突然开口。外面的晚风再也吹不回我的样子，以前的路我不想重走，但现在的路没以前好走。马飞诧异的看过去，
很难定义我真正拥有过什么。昏昏沉沉的一年似乎又要过去了，该接受的不该接受的我都接受了，是时候画上一个句号。这一年该过去了。最糟糕的时刻都是独自一人，因此我确定去爱人或被爱都毫无意义。我本身就是一个满身伤痕的人，我不该奢望有人会带我脱离苦海。二人转眼间就斗了几十句一墨文案，就跟对诗似的，而且张嘴就来。对着，马飞的眼神里充满欣赏，而卢云熙的眼睛里也布满爱慕。知音啊，知音！没想到还能碰上你这样有深度的男人。二人碰杯，一饮而尽，彼此对视的眼神里，肉眼可见的在噼里啪啦放电。这也可以啊！早知道我也背几句语录了。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眼看马飞和卢云熙越凑越近，白寒松的后槽牙都要咬碎了。这一定是在做梦吧？水鸟皇咨询我，真是看不了一点。大家聊着聊着，又提到管剑术，屈佩尔愤愤不平。什么实习合同，坑人的玩意儿，还正班长呢，就这么骗咱们的同学？别人咱管不了，但你们别上他当，随便投个简历就能进厂了，工资还比他出的高。众人纷纷称是。就在这时，包间的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。我们就在隔壁吃饭，宋宇没完了，进个龙门集团，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管剑术，你要干嘛？跟你没关系，少逼逼两句啊，不然连你一起揍。管剑术骂了一句，又看向我。怎么回事啊，宋宇？不会是要躲在女生的背后吧？行啊，班长，咱们出去说吧。我站起来，拎了个啤酒瓶就往外面走，看我还挺配合。管剑术也扭头就走。班长，咱打归打，别事后报警啊，那可太丢人了。放心吧，你不报就行了。我拎着啤酒瓶，从容的跟在管剑术等人身后。白寒松、马飞都一动不动。虽然我也没指望他们吧，但这一刻还是忍不住想起李东。我正走神，突然撞到了前面的人，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。有病啊！好好停下来干什么？抬头一看，走在最前面的管剑术正看着眼前一个高大壮的青年，竟是李东。他脸颊红扑扑的，显然是喝了酒。看到管剑术等人不怀好意，又看到我跟在最后。小鱼，咋回事啊？跟你没有关系。李东没有再搭理我，而是低头问管剑术：咋回事啊？东哥，听说你俩绝交了？是绝交了，一辈子不可能和好的那种。这样啊，我和宋宇有点矛盾，正准备带兄弟收拾他。东哥可以和我们一起啊？好，我和你们一起。李东举起砂锅大的拳头，狠狠一下砸在管剑术的鼻子上。东哥，咋回事？李东一句话不说，又狠狠踢出一脚。几个男同学举起手里的木棍就往李东头上砸去。李东举起胳膊就挡，转瞬之间他就把所有人干倒在地，只有管剑术一个人还站着了。但李东的身子也是晃晃悠悠，有点快要倒下的迹象。就在这时，向颖一个箭步窜到管剑术的身后，狠狠一啤酒盆砸了下去。找死！向颖。管剑术回过头来，显然没想到向颖会对他出手，眼神中满是痛苦和难过。我赶紧把向颖拉到身后，生怕管剑术做出点什么来。屈佩尔等人都惊呆了。滚！管剑术从地上爬起，和另外几人踉踉跄跄的往外走去，嘴里还疑惑的嘟囔着：到底绝交了没有啊？李东发现自己头上有些血迹，走进包间扯了几张餐巾纸捂着，同时还狠狠看着白寒松等人，眼睁睁看着小鱼挨揍，还一个宿舍的，都是废物吗？不如一个女生。在他的训斥下，几个人一句话不敢吭，唯有向颖从包里摸出一瓶云南白药喷雾剂，给你。你怎么有这玩意儿？给小鱼准备的，他经常跟人打架。哈哈哈，好媳妇，小鱼有你可真幸福。李东乐了，接过来往自己脑袋上喷了几下，又转头问我：你咋样？没事吧？没事，谁让你多管闲事了？就冲你上回的1万块钱，怎么也得帮你拾回吧。行了，先走了，有事打电话。我才不会给你打电话，咱们俩已经绝交了。李东并没有搭理我，很快越走越远。我转过头冲着惊魂未定的众人说：没事了，管剑术就是个外强中干的东西。白寒松突然站了起来，咬牙切齿：李东刚才说的没错，咱都一个宿舍的，如果还有下去，我肯定第一个站出来。话未说完，管剑术等人竟然去而复返。白寒松立刻坐了下去，头往桌子底下钻。我烟呢？刚才还在。我再次拎起一瓶啤酒，虎视眈眈地盯着来人。还想干嘛？不干嘛。东哥把我们叫住，说你精神受到摧残，让我赔偿你1点医药费。管剑术往桌上放了1000块钱，再次匆匆离开。管剑术这么一闹，我便把账结了，和大家一起回学校。到了女寝楼下，众人各自散去，唯独我和向颖留了下来。你今天很漂亮，以后继续保持。以后别跟人打架了，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很危险的，知道吗？向颖，我不是故意吊着你的，我对你的感觉还没到谈恋爱的程度，不过我觉得快了，你可以等等吗？不用谈恋爱啊，直接结婚就可以了。我觉得他未必知道谈恋爱是什么意思，估摸着以为男女在一起就必须要结婚的。行了，先回去吧。你会和我结婚的吧？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，毕竟现在恋爱都没有谈，只能搪塞过去。再说，快回去吧。向颖似乎有些失望，转头进了女生宿舍。我也回到了男寝楼，推开寝室的门，明显感觉到气氛有些压抑，只能听到他们的呼吸声。什么情况？一起一摸了？几个人依旧没动，趴在床上躺尸。我有些懵，直接走到白寒松床前。老大，这是受什么刺激了？老三，哥几个都觉得自己太废物了。哪有那么严重？李东骂的对，我们连个女生都不如，自家兄弟被欺负了，连站出来的勇气都没有。你们想太多了，让李东去干别的，他也干不了啊。
可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能干点啥，好像什么优点都没有。怎么会？拿老大你来说吧，交际能力 max， 将来我要在龙门集团升起来了，肯定让你负责商务部。马飞写的一手好文章，让他负责宣传部，还不是手拿把掐？这番话一说完，宿舍几人都坐起来了，各自的眼睛都在闪闪发亮。老三，就这么定了啊？等你在龙门集团升起来了，一定要把我招进去。老三，你可说对了，写文章就是我专长，宣传部门舍我其谁呀？我肯定会努力，不过你们也别闲着，我还没升起来之前，大家该找工作就找工作啊。几人纷纷表示明白，我也摆手。睡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离开宿舍，准备前往龙门集团。进入公司前，我给老狼打了个电话。狼哥，我准备实习了。小玉，一定要好好干，争取早点升起来吧。你哥查的那个事和龙门集团有关系。什么关系？现在跟你说也没用，你好好干，将来自然会告诉你。记住，别跟任何人说你是宋晨的弟弟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挂了电话，我走进这家名为龙门日化的集团子公司，先去人事部办完手续，随后前往营销部。我一进去，一道惊呼声乍然响起。我操！宋宇，你怎么来这了？齐航，我将刚领到的实习工牌拎出来，当着他的面晃了晃。来上班啊？嘚瑟什么？就是个实习生，能不能转正还不知道呢。像你这种货色都能转正，我还不是手拿把掐？怎么跟正式工说话的？要知道你还在实习，你能不能转正？或许我还有很大的话语权。你嘴咋这么臭？是不是吃屎了？齐恒瞬间没了脾气，显然也担心我将他吃过屎的事情给说出去，不然办公室里响起一阵窃窃私语的议论声。又来了个新人，好像和齐恒认识啊，八成也是那个民办3本的学生。有什么办法？人家有背景，咱们只有背影。我诧异的看向齐恒，看样子平时没少被这些人排挤。见状，我也只能沉默不语。这时，一间办公室的门突然开了。民办3本怎么了？我也是民办3本出来的，不照样做了你们这些人的主管吗？严玉珠一发话，众人纷纷低下头去。严玉珠又看向我，宋宇，你来了。严主管，我是刚来的实习生。我知道啊，昨天就收到你的档案，已经在办公室等你一早上了。还有一个人啊，也该到了。怎么回事？上班第一天就迟到吗？话刚说完，一个长相清秀的青年大咧咧走了进来，竟是陆有光。哈哈，小鱼又见面了。是啊，又见面了。陆有光，上班第一天就迟到，还想不想干了？正搂着我脖子嘻嘻哈哈的陆有光一愣，先是看了严玉珠一眼，接着面色奇怪的问我：这虎娘们是谁啊？长得这么好看，怎么跟个母老虎似的？咱营销部的主管。原来是主管大人，对不起，保证以后都不会了。如果还有下次，就让齐恒吃屎。为什么是我吃屎？还有你谁啊？咱俩认识吗？来这里上班当然要提前了解一下，想撒气了找你准没错。你严肃点，我知道你背后站着谁，表现不好，我一样可以通知人事部撵走你。迟到10分钟，今天的工资没了，有意见没？陆有光的嘴唇微微有点哆嗦，似乎忍不住想爆发，最终还是软了下来。没意见。随即又侧过头，低声冲我说：要不是狼哥让我来帮你，我肯定不会给这娘们好脸。又不是我老婆，我才不惯着她。他也是我们学校的，还做过学生会主席，据说好多人都被他骂过。我被人骂2句也无所谓，兄弟，我比较心疼你，在这娘们手底下要受多少委屈啊！他一边说，一边伸手拍我脊背，显然很为我接下来的遭遇感到心酸。宋宇，不是说你跟你没关系啊，你和他们都不一样。正拍着我脊背的陆有光面色一僵，为什么？区别这么大吗？好了，宋宇、陆有光进来开会，齐恒也来。1分钟后，我们几个围绕着严玉珠的办公桌坐下。咱们几个都是从元城外贸学院出来的，所以我关起门来说一些私下里的悄悄话。你们3个都是靠着关系进来的，所以我希望你们好好干，不要给我这个主管丢脸，也不要给你们背后的人丢脸。严玉珠随即从抽屉里拿出一瓶外包装成绿色的小瓶子来，放在桌上。这是龙门日化新生产的强龙清洁剂，可以用来擦鞋、洗衣服、拖地板。现在你们研究下这款产品，只有自己先熟悉了，才能更好的推广出去。我将清洁剂拿过来，上下看了看后，表情有些疑惑的冲陆有光说：这不就是你之前去我们宿舍手里拿的那一瓶吗？对，就是这个，我提前拿到试用品了。齐恒也把头凑过来，陆有光反手一喷，一道白雾喷出。你看个鸡毛啊！轮到你看了吗？齐恒杀猪般惨叫，捂着眼睛哀嚎起来。陆有光，你干什么？齐恒，快去洗洗。不好意思啊，习惯了。办公室里就有洗手池，齐恒奔过去猛冲眼睛。齐恒揉着眼睛走回来。现在你们3个成立一个小组，齐恒，你是正式员工，也算经验丰富。齐恒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。就给宋宇打下手吧，他来做这个小组长。齐恒目瞪口呆，我立刻站了起来。谢谢严主管。宋宇，你还是实习生，按理来说经验严重不足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做小组长吗？知道，因为我兼职经历相当丰富。严玉珠摇了摇头。因为你是我男朋友。严主管，咱能不开玩笑了吗？谁跟你开玩笑了？不是我男朋友，怎么会让你当小组长？我没有在说话，而是很疑惑地看着他。如果大家都没什么意见的话，这个小组就定下来了。宋宇担任组长，如何快速把强龙清洁剂推向市场？现在集思广益一下吧。
齐恒作为已经转正的员工，却要屈居于我这个实习生之下。这时眼看机会来了，打广告呗，本地的电视、报纸、广播台、新媒体，先轮番轰炸一遍，肯定效果不错。先期已经试过了，但是老百姓都有自己习惯的品牌，新产品很难获得他们的信任。那就先在街头免费派送，只要咱们的东西好，等口碑起来了，肯定不愁卖的。那得送出去多少才能形成口碑？咱们这厂子是新建的，没有多少经费，烧不动的。这个世界永远是年轻人的天下，年轻人用了都说好的东西，必然会带起一股风潮。我建议先从云城外贸学院开始推广，我们还是有一定主场优势的。好主意，不愧是我的男朋友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回头写一份计划书给我，越快越好，争取下午就开始行动。他又指了指齐恒和陆有光，这俩人是你的组员，如果不听你话，随时汇报给我，我把他们开了。没问题。我们几个这才出了办公室，回到了自己的工位上。我打开电脑，迅速炮制起计划书来。这时，陆有光来到我身边。小鱼，你真可以，主管竟然是你女朋友，我扣掉的3天工资能要回来不？她不是我女朋友，我俩昨天之前都不认识。什么意思？我便把昨天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。陆有光诧异地看向齐恒，为了拒绝他，才拿你当挡箭牌，很不可思议吧？我也觉得奇怪，可能是齐恒的背景很强，才让他不得不这么做。实在是不像啊。知人知面不知心嘛，没准人家就是特别牛呢。陆有光站起身来，随手从桌上拿了瓶清洁剂，走到齐恒身边，呲呲喷了几下。齐恒惨叫一声，连滚带爬的扑向洗手台。陆有光走回来，冲我摇摇头，确实不像，咱这么欺负他，真有背景不早就该死咱们了。那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严主管不是我女朋友。那他肯定是暗恋你很久了，相思成疾，所以才把你当做男朋友。扯淡，反正送上门的，不要白不要嘛。拉倒吧，我还想多活几年。陆有光不纠结这个问题了，又低声问我：“狼哥，让我到底帮你什么？咱们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？不会真的要卖这破清洁剂吧？”先做好手头的工作。半个小时后，我做好计划书送到了严玉珠的办公室里。严玉珠看过后非常满意，很好，不愧是我男朋友。严主管，不用入戏太深，齐恒也不在这里啊。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我刚想说点什么，严玉珠已经推过来2张条子。给你们申请了一批强龙清洁剂，希望你们能卖出去，否则你不光小组长的位子没了，实习生转正也没有机会了。就算你是我男朋友，到时候我也要秉公处理的。我不是你男朋友。你不会是现在就要结婚吧？太早了一点吧，我们事业刚刚起步。我顿时一阵无语，直接转身离开。申请到小货车和一批清洁剂后，我便带着齐恒和陆有光赶往云城外贸学院。陆有光负责开车，齐恒则不停地打电话，不一会儿就靠自己的人脉预定出去30多瓶清洁剂。怎么样，阿宋组长，我还算能干吧？你和那些在朋友圈发广告的微商有啥区别？还是要想办法打开陌生人的销路。等到学校，我肯定能卖得更多，1000瓶的销量，我怎么也要负责500瓶。加油！1半的销量都属于我，小组长的位子肯定也是我的。我和陆有光诧异地看向他，齐恒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。小光，停车！我推开车门，一脚把齐恒踹了下去。跟上啊，不然我让严主管开了你。小货车停在学院大门口，陆有光转身看向一路奔跑过来的齐恒。你和这家伙有仇吧？能安心和他一起工作吗？他确实带人打过我，后来我报复回去了。实际上，我从来没把他放在眼里。我感觉他不会了。说话间，齐恒已经一路狂奔过来，最终一头栽倒在我俩面前。这地方不让睡觉。齐恒有点急眼，但看到陆有光凶巴巴的样子，只能吃力的从地上爬起来。我不睡了，我摆摆手，跳上了小货车。我们的车停在教学楼前，简单交代几句，便分散开来。但是没一会我就走出了教室。齐恒和陆有光正好兴致缺缺的走了出来，显然他们的销售也不顺利。没辙，这个新产品刚上市，根本没有稳定的销售渠道，需要咱们亲自开疆拓土。继续吧，不要在意销量。说了，今天只是摸底。很快来到了我们班的门口，距离上课还有几分钟，正好够我演示一圈清洁剂了。但刚往前走了几步，角落里突然窜出一个人来，竟是赵雪。你怎么在这？我等你半天了，宋宇，怎么又把我拉黑了？你好狠的心啊！拉黑你还需要理由？宋宇，你把我拉黑，说明你心里还有我，正是你自己吧？不要再欺骗自己了。什么玩意儿就心里有你？我根本不想看见你好吧？宋宇，你追我那么久，说不爱就不爱了，你我都知道，这根本不可能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齐恒把你甩了，你没地儿发烧了，所以来找我了是吧？齐恒是把我甩了，但实际上我也早就想和他分手了。我实在懒得多费唇舌，指着旁边的楼梯口骂起来：滚滚滚！宋宇，你是嫌弃我了？我和齐恒好了1个多月，但也从来没有让他碰过。你神经病啊！赵雪突然激动起来，声音颤抖：你怎么和齐恒一样是个渣男？宋宇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有多远滚多远，现在我看见你就恶心。是因为向颖吗？话未说完，我们班的门突然开了，向颖拉着曲佩儿的手，轻飘飘离开了，仿佛没看到我跟赵雪一样。再看赵雪，她的一张脸都绿了。宋宇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你就是喜欢我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。喜欢个鸡毛啊！赶紧滚！
赵雪一跺脚，转身离开。这时，向颖和屈佩尔已经回来了，正一脸好奇地看着这边。班长，先回班呗，我和小颖说几句话。好好说了，解释清楚。我走到向颖身前，笑呵呵问：需要解释吗？不用。我也觉得不用，这点信任还是有的。我相信你。我和向颖笑着进了教室，现场立刻安静下来。老三咋回来了？我快速阐明了一下这次的来意，照例也给大家做了清洁剂效果的展示。这次销售影响到我将来能否转正，大家帮帮忙哈！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。大家都笑起来，只有管建树等人窃窃私语，时不时还露出几声讥笑。宋宇，都是同学，我也给你捧捧场，来2瓶吧。行啊，感谢。他想借机会侮辱我，但是我不在乎。管建树像是一拳打在空气上，悻悻地坐下了，走来走去，一个班几乎帮我消出去近100瓶。正要跟大家说声谢谢，然后离开这里，教室的门突然被人推开，走进来4、5个人。学生会查勤，班长是谁？管建树一路小跑地窜过去，从口袋里摸出一堆假条和这次的出勤记录。东部长怎么亲自来查了？怎么不能来啊？能。青年不再说话，仔细翻阅假条和出勤记录。查完了假条和出勤表，青年开口：讲个明白。东部长不用这么严吧？你在教我做事？没有，我就随口一提。宗岩拿着出勤表，点着大家的名字，还要仔细确认每一个人。很快来到我的身前。宋宇，你不是请假去龙门集团实习了？有点事回来了，你正常查勤呗。我和这家伙并不熟，认识他是因为李东，他俩之间的关系还挺好。一来二去，我俩见了面也说几句话。不过这次他并没过多搭理我，直接绕过我去走了。宗岩继续点着名，很快念出一个名字：向颖。到。宗岩本能地抬了下头，顿时眼前一亮。市场营销2班还有这么漂亮的女生呢！来，加个某信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快结婚了，不能随便加其他男生的。什么玩意儿？宗岩有点听不懂，还是学生怎么就结婚了？语气也稍稍变得不悦起来。不给面子呗？不给。宗岩眉毛一挑，似乎终于要发怒了。管建树急匆匆走了过去。东部长，向颖挺害羞的，一般不和男生说话，关你什么事？宗岩猛地转过头去，狠狠一巴掌扇在管建树的脸上。管建树捂着脸，不敢再吭气了，觉得自己无比威风的宗岩亮出自己的2维码。来，加一个。向颖还没回话，一只手握住了宗岩的手腕。宗部长，不要为难一个女生了吧？人家都说不想加你了吗？宋宇，你最好搞清楚自己的身份。以前看李东的面子，现在你算个鸡毛啊！最后一个字刚出口，我就狠狠一记炮拳砸了过去，径直打在宗岩还算挺拔的鼻子上。你妈！宗岩骂了一句，顺手一抹鼻血，拔步朝我冲了过来。我直接抄起一把椅子，朝他的头狠狠砸了过去。又是咣的一声，宗岩一屁股坐倒在地，随即他大声喊道：上！楼上！跟他一起来的几个学生一窝蜂朝我冲过去。很快，我胳膊和脊背挨了几下。就在这时，陆有光和齐恒听到动静赶过来了。小鱼，怎么回事？别废话了，快来帮忙！陆有光没说任何废话，抓着清洁剂滋滋滋到处乱喷，不少人捂着眼睛惨叫起来，顺带着也给我解了围。哈哈哈，不错吧？很不错。我早说了，这玩意儿的效用可以再加1条。来啊，我要打10个。人越多，陆有光似乎越兴奋，逮着人先乱喷一顿，接着又是一番拳打脚踢。齐恒没有过来，而是摸出手机打电话。喂，保卫科。趁着混乱，我冲到宗岩身前，手持椅子狠狠朝头砸了上去。没有李东，老子收拾你照样跟玩一样。这出闹剧足足持续了将近20分钟，最终以保卫科赶到现场制止才宣布告终。一群人被带到保卫科，在我介绍自己是市场营销2班的宋玉后，李队长不动声色地将我领到他办公室里。我坐在他宽大的沙发上，笑呵呵地问着：李队长，最近和周师傅的老婆感情还好吗？挺好的。接着我便讲了一下班里之前发生的事。宗岩耍流氓，跟我们班女生要某信，人家不给他就发火，还扇了我们班长一耳光。说这些都没用。宗岩是学生会学风部的部长，你觉得学校会站在哪一边？刚才我打听了一圈，他要求学校开除你那，你赶紧想想辙，这事我真帮不上忙。行，我想想辙。我去看看其他人的情况。李队长起身离开，我立刻拿出手机给严玉珠打去电话。哎，老公，啥事？我沉默不语。哈哈，还没结婚，不适合这么叫是吧？好吧，小鱼，有什么事？我赶紧把之前发生的事统统讲了一遍。严主管，你之前说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有龙门集团兜底，我可是在工作中出的问题。那当然的，没有问题，等着我的信吧。说完，严玉珠挂了电话，我也就安心等着消息。不一会儿，李队长推门走了进来。怎么样，想好辙了没有？找了人，再等回复。去调解室吧，我们这边也走流程。行。我们来到一间更大的办公室，这里已经坐了10几个人，正是今天参与打架的人员。我俩一进去，陆有光就开心的打招呼：李队长。哎，小陆。俩人显然是老相识，陆有光也是这学校毕业的，比我们大2、3届，认识也不奇怪。
来调解一下，看看怎么处理。宗岩似乎就等这一刻了，指着自己头上的绷带。宋宇，你殴打学生会干部，要么赔偿1万块钱，要么签署退学通知书，你自己选择吧。好家伙，你咋不直接枪毙我啊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真想枪毙你。1万块钱还是退学通知书，快选！你穷疯了，还是过不起了？不行，去拿个碗，自己到外贸大门口要饭吧。管建树突然拍桌而起，怒目而视。怎么和宗部长说话的？咋地？宗部长是你爹啊？陆有光似乎也忍他半天了，抬起一只脚就要踹他。小陆，你可是社会人士，我没把你送到派出所已经够意思了，你就不能消停点吗？陆有光这才悻悻地坐回去。虽然李队长这么说，但我总觉得他还挺怕陆有光的。大家都好好谈，可以吵架，但别动手，否则我可不饶过你们了。宗岩又沉着脸问我：1万块钱还是退学？凭啥你说了算？实话告诉你吧，学校已经在走流程了，不信你问李队长。李队长点了点头。所以，我还是建议你出1万块钱，你好我也好，否则你就跟这个学校说拜拜吧。不出钱也不退学。好啊，那你就等着被开除吧。就在这时，会议室的门突然开了，走进来一位西装革履的男青年。袁主席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个青年，我们所有人都认识，现任学生会主席袁沐雨。袁沐雨先和李队长打了声招呼后，便在宗岩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。宗岩满脸诧异，为什么？别问了，按我说的做吧。宗岩100个不情愿，但也只能回头说道：李队长，这事就算了，我不跟宋瑜计较了。同学之间闹点别扭而已，都是外贸的学生，要互相体谅嘛。行了，这事到此为止，大家都回去吧。说完，袁沐雨潇洒的转头，准备带着宗岩、管建树等人离开。袁主席，我觉得还不够。什么？我是被围殴的那一个，精神受到了极大的摧残，要点精神损失费不过分吧？你他妈有病吧？还跟我要钱？袁沐雨看看毫发无损的我，又看看脑袋上扎着绷带的宗岩，愈发不解。你受伤了，想要精神赔偿？对，我脑袋有点晕，主要是学生会太可怕了，恐怕要成为我一辈子的心理阴影。你真是个傻！宗岩气得几乎跳脚，不过袁沐雨拦住了他。那你想要多少钱啊？1万。做你妈的春秋大梦！我并不理会宗岩，只是目光灼灼地盯着袁沐雨。这样吧，宋宇，你去精神科看一看，如果医生确实开了报告，我私人赔偿你可以吗？我是找宗岩要赔偿，袁沐雨却主动揽过去。何况我也开不出精神科的证明。看我哑口无言，袁沐雨笑了笑，那就这么定了，再见。袁沐雨带着人离开，随后我们也往外走去。教工楼大门外，只见李东竟然正在暴打宗岩，一边打还一边骂：谁让你找小鱼麻烦的，是不是不给我面子？顺便还扇了管建树2个耳光，说他不是东西。袁沐雨则在旁边拉架：算了算了，都自己人，让别人看见多不好啊。劝了一阵之后，那些人才渐渐走远，而我站在原地沉默不语。这时大家打了招呼也都离开了，只剩陆有光站在我身边，齐恒也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。严玉珠给我打来电话，问我情况怎么样了，我便把之前的事给他讲了一下。听完以后，他也哭笑不得。还跟人家要钱，你咋想的？我就是随口一提，没打算真的要钱。能白打学风部的部长已经很牛逼了，谢谢了。挂了电话，我咂了咂嘴，最近顺风顺水惯了，有点波折竟然接受不了。陆有光突然看着我：小鱼，你真想要那1万块钱？不要也无所谓，主要感觉肚里憋着一股子火。跟我来，包你1万块钱到手。我不知道陆有光想干嘛，但他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，我就跟着他转身就进了教工楼。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透露一下呗。哈哈，跟着来就好了，包你吃的盆满钵满。拐了好几个弯后，终于来到团委办公室的门口，看他伸手就要推门，我赶紧拦住他。哥，你要作死！团委可是学校正儿八经的行政部门，能在里面工作的也都是正儿八经的老师。我问你，学校里谁管学生会啊？当然是团委啊。这不就对了？想治袁沐雨和宗岩，非得团委的老师出手吗？陆有光拽着我就推门进去，一个老头在那办公，我认识那老头，叫孟安平，是团委的一把手。我正想警告陆有光不要乱来，他已经一个箭步扑了出去。老妈，我想死你了！陆有光，老妈，我回来了，你想不想我？孟安平像是见了鬼一样，颤颤巍巍开口：小陆，你冷静点，有什么事就说吧，能办的一定都给你办。老妈，这是市场营销2班的宋宇，昨天被龙门集团录取为实习生。然后呢？这样一个优秀的男青年，却被学生会的打了，要不咱学校别干了，直接倒闭算了。小陆，不要胡说八道，学校又不是企业，哪能说倒闭就倒闭？不过学生会的打人确实不像话，我会狠狠批评他们。老妈，没这么护犊子的，要不我举报到教育局去。好了好了，你就说想怎么处理吧。医药费加精神损失费，少于1万块钱不行。1万太多了吧，2、3千块意思一下得了。说1万就1万，少于这个数字肯定不行。要不我现在就给教育局打电话。陆有光一边说一边拿出手机，做事就要拨号。火祖宗，你可别了。孟安平终于败下阵来，拿起桌上的电话打了出去。电话很快拨通。小袁啊，市场营销2班有个学生宋瑜被学生会的打了，有这事吗？咦，是这样啊，我看伤得还挺严重，你让宗岩给他拿1万块钱吧，不要问了，让他拿就行了。没过多久，我的手机果然收到消息，宗岩给我转了1万块钱。陆有光也看到了转账，拍着我的肩膀：哈哈，今晚你可要请客吃饭了。行了吧，能走了吧？
看着手机上到账的1万块钱，我整个人还有些恍惚。走吧。不，我还有点事。一瞬之间，我便打定一个主意。孟书记，我想加入学生会，可以吗？当然行，签个申请表就行了。孟安平虽然也很不解，但还是从身后的书柜中拿了一张表递给我。填完了表，孟安平看过后便爽快地签了同意。明天就去找宗岩报道吧，不用担心他给你穿小鞋，我会关照他一声的。孟书记，我能做学风部的部长吗？这个恐怕有点难度。眼看一旁的陆有光又要耍无赖，孟安平沉沉开口：宗岩干得好好的，我没理由让小袁撤掉他，除非你们能抓到宗岩犯错的证据。行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孟书记。我冲他鞠了一躬，然后拉着陆有光出了办公室。折腾了一下午，时间已经接近黄昏。站在道路旁边，我笑着问：知道我为什么想做学风部的部长了？知道啊，如果有学风部部长的身份，再去推销强龙清洁剂，效果事半功倍，对吧？我由衷的冲陆有光竖起大拇指，这家伙的脑袋瓜真挺聪明。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你能当上学风部部长的基础上，自然是有办法。说说看。我有一舍友，号称外貌百事通，只要调查肯定能抓到宗岩的问题。今天的事谢了，待会儿分你5000块钱。不用，狼哥让我过来帮你，我全力以赴就完了。感觉孟书记挺给你面子啊。那当然，我俩铁哥们嘛，多少年的关系了？不止吧？感觉你们之间还有什么事情？从李队长到孟安平，我内心充满了好奇和疑惑。男人3大铁听说过吗？一起扛过枪，一起捅过窗，一起分过赃，我们样样都干过。我还想再追问，陆有光突然扯开话题：哎，齐恒呢？好久不见他了。不知道啊，明天再收拾他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一来上班把齐恒训了一顿，问他昨天下午跑哪去了。我以为你们要在保卫科待好久，所以我去按了个摩。当时是上班时间吧，你就跑去按摩，扣你1天工资。齐恒没敢说啥。就在这时，严玉珠正好也进来了，扫了一眼办公室里的人。陆有光呢？我赶紧给陆有光打电话，而他竟然还在睡觉。看到严玉珠愈发阴沉的脸，哥，该来上班了。忘记我还有工作了，等着等着，我马上到。有组织无纪律，连续2天迟到，告诉他今天不用来了，这个星期的工资也没有了。严玉珠冷冷地丢下一句话后，转身就进了他的办公室。我把消息转达给陆有光。好，那我接着睡了。挂掉电话，余光一瞥，发现齐恒在旁边捂着嘴偷笑，我便指着他的鼻子：你这个星期的工资也没了。为什么？上班时间嫖娼，不开除你够意思了。没有嫖娼，真的就是按摩。来到我的身边，齐恒好说歹说，恳求了我半天，我才答应只扣他1天的工资。等我做了小组长，天天扣你工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出来了。最后还是扣了他1个星期工资。我坐在电脑前面写了一份昨天的情况总结，写完以后敲开严玉珠办公室的门。严玉珠很快就看完了。这份报告写得漂亮，逻辑清晰，不愧是我男朋友。严主管，严玉珠打断我：报告写得漂亮，但要你确定能做外贸的学风部部长吗？能，我那舍友真的厉害，不出意外，今天就能给我宗岩的黑料。话没说完，我的手机响起，正是白寒松打来的。我冲严玉珠晃了晃手机，当着他的面接起来。电话那边传来白寒松大笑的声音：老三，好好佩服我吧，深挖了夏宗岩的黑料，这家伙真是恶行累累啊！借钱不还，围殴舍友，欺负同学，还偷偷在楼道里撒尿。我也随之精神一振。严主管，你都听到了吧？就这些东西，往校园墙上一发，宗岩的位子肯定保不住了。如果可以坐实，拿下他肯定没问题，但是有证据吗？我便将原话问了一遍。要挖证据，至少也得1个星期吧，毕竟好多事都过去很久了。能压缩一下时间吗？控制在3到5天。我尽力吧，希望不大，那可是学风部部长啊。你使劲。我挂了电话，又看向严玉珠，看我也没有用，我已经跟上级打过包票，说你1个星期肯定没问题了。这样，你把齐恒叫进来，咱们一起想办法。我便把齐恒叫进来，3个人围着办公桌开会。听了半天，我才弄明白了，这是想干掉宗岩，然后换宋组长上位，以此提升清洁剂的销量啊。你终于听懂了。宋组长，如果我今天就帮你拿下宗岩，1个星期的工资能补回来吗？今天你确定？嘿，就说补不补吧。不，你要真能今天干掉宗岩，不光1个星期的工资补回来，我还帮你申请奖金。就这么定了。齐恒无比兴奋，拉着我急匆匆走出了办公室。出了公司，齐恒拉着我上了他的私家车，这让我都忍不住有点羡慕了。宋组长，咱可说好了，帮你拿下宗岩，不仅补回我的工资，还要帮我申请奖金。你还在乎这点钱啊？咋不在乎呢？我爸得知我转正，立刻奖励了我这台车。要是再拿奖金，指不定奖励我什么呢？你爸是干嘛的？哎，不说了。他不肯说，我也不再追问。来到一栋小区门口，直到齐恒带着我缩在某个1楼商铺的窗户下面时，我才惊呼出声：原来是小丽啊！宋组长，能不能不提以前的事？我都忘得差不多了。少废话，带我来这干嘛？你往里看啊，看看床上那人是谁。我使劲踮了踮脚，终于看清楚他的脸了，竟是宗岩。
嘿嘿，昨天我就是来这按摩的，我刚按完，宗岩就过来了，我还跟他聊了会天。宋组长，你赶紧多拍几段视频，这玩意儿要传播出去，他不得身败名裂啊！可以，你小子这次真立功了。我冲齐恒竖了下大拇指，随即打开手机的录像功能，悄悄探到窗边拍摄起来。屋中，小丽一边给宗岩按摩，一边眼眶含着泪花。我爸死得早，母亲也生病了，家里还有一个弟弟正在读书。怕是按你的得了，废话那么多呢，你有弟弟关我毛事？我又不给你付彩礼。我录好了像，正准备离开这的时候，刺耳铃声突然响起，是白寒松打来的。谁？齐恒迅速推了我一把，我立刻会意，躲到了旁边的墙根后，迅速将手机按了静音。齐恒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撒尿呗，看你在里面呢，就没进去。哥，整完了没有？完了就换我呗，有点憋不住了。换鸡毛啊，我还没完。行呗，那你继续，我一会儿再过来。问你个事，那个宋宇也去龙门集团了，你能见到他不？见不到啊，哥，龙门集团大了，子公司多如牛毛，哪可能碰得上啊？啥事？呵呵，想揍他呢，否则出不了这口恶气，碰不到就算了。行，我要见到他，一定给你打招呼。齐恒转身离开，宗岩也关上窗户，来到我的身前。齐恒一脸得意，搞定，干得漂亮，这回你的奖金有了。我俩出了小区，回到车里，又给白寒松打了电话。白寒松经过一上午不间断的努力，他已经掌握了宗岩部分黑料的证据。但你放心，我保证能拿到更有力的黑料，争取1个星期之内将他给拉下马。不用，你把现有的黑料发过来就行，现在应该够了。很快，我手机便收到一堆图片视频，组成一个完整的 PPT 都没什么问题了。看着这些图片和文字，再配合刚才偷拍的视频，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舒服了吧，宋组长？事成以后别忘了我的奖金啊！没问题，之前扣你的工资也补回来。好嘞，宋组长，我们现在去哪？去学校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到了学校门口，我便直奔孟安平办公室。进去后，我打了声招呼：“宋宇啊，什么事？”孟书记，今天龙门集团发员工福利，这么好的宴我自己抽浪费了，就给您老人家拎过来了。孟安平知道这是借口，没有接，面色平静。找我有什么事？我只好将手机拿出来，调出那些图片和视频，翻给他看。孟书记，您瞅瞅，这是一个部长应该做的事吗？还是学风部的部长？你的速度可真快啊！昨天才刚说了办法，今天就搞来了。筹备多久了？没有，就是赶巧，几个朋友帮忙。宗岩这个事情，我还要和其他老师商量一下。这样，你把资料都发过来，以防泄露。你那里就不要留了，我这有个备份就行。他把手机拿出来，调出二维码。我稍微一沉思，拿出手机。孟书记，那就麻烦你了，资料不是我的，他们说要投稿到校园墙，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拦住。他们谁呀？就是搞证据的那些人啊，就我自己哪有这个本事？他们想直接发校园墙的，我说要相信学校，相信团委，相信孟书记。不要发，千万不要发！我拦着呢，他们说今天没有结果，不光发校园墙，还要发微博。你告诉同学们，我会尽快有个说法，千万不要往网上发。好，一定不会。外贸是我们的家，谁也不想他的声誉被破坏了。对了，宋宇，你和陆有光什么关系？一个部门的好哥们吧。好哥们啊，还是尽量离他远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曾经害死过自己的兄弟。如果你不想重蹈覆辙，还是不要和他走得太近。我快步走出教工楼，但孟安平的话始终在我耳边回响。我准备离开学校，去找齐恒会合。这时，宗岩竟然打来电话。宗部长，啥事啊？宋宇，你昨天申请加入学生会，还特意选了我所在的学风部。是，怎么？你说怎么？都是学风部的人了，也不来跟我打个招呼啊？在学校不？一起查寝去啊？行啊，你在哪里？我在一旁捡起半块砖头放到衣服里面。10分钟后，宗岩和3个男生站在教工楼里。宗部长，又见面了。宗岩看着我，有些好奇地问：都快毕业了，怎么想起来加入学生会了？没事，瞎玩呗。宋宇，看不出来啊，和孟书记关系还挺好。还可以吧，也不是特别熟。不用谦虚，能从我这挖1万块，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。早上孟书记还特意交代我，别再针对你了。孟书记有心了。行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学风部副部长丁大志，干事安素、柴宁都是我的得力助手。我挨个跟大家打了声招呼。行，查寝去吧。我不动声色也转身，和宗岩并列而行。突然，丁大志赶紧拉了我一把。干什么呢？不要和宗部长齐头并进，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呢？宗岩不是每个教室都查，在查完我们班后，管件数亦步亦趋地跟着，一直送到楼梯拐角。宗岩突然站住脚步，点了一支烟，众人将我也团团把我围住。我正准备说话，就听走廊脚步声，向颖很快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，他手里握着一根甩棍。宗岩等人都看呆了，主要是向颖的长相和打扮，实在不像是能打架的人。别过来！向颖还是很听我话的，立刻站住了脚步。宗岩反而兴奋了，说说吧，打算怎么解决？你想怎么解决？先还我1万块，再赔我1万块，够公平吧？还不了，花完了。都去龙门集团工作了，还没钱啊？不想挨揍的话，麻溜给吧。我才去了几天，哪有积蓄？
那就是没得谈喽。再给你一支烟的时间考虑。宋瑜，我是学风部的部长，我向来不爱以权势压人。宗岩抖着烟灰，管剑术立刻眼疾手快的接住，我一把将宗岩嘴里的烟拍掉。当个学生会部长，给你嘚瑟的不行了，还有几个月就毕业，工作找好了没有啊？宗岩彻底大怒，我当场就要抽出砖头，但也就在这时，几声滴滴突然同时响起，几人拿出手机，只是当他们看了以后，全都傻眼了。管剑术凑了过去，然后念了出来：团委消息，经查，宗岩立即办办，现撤掉其学风部部长的职务，新的部长人选随后公之于众。一听这个消息，我忍不住大笑起来。宗岩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火，听到我的笑声，立刻就爆发。给我干他！管剑术几人正要上，丁大志突然拦住他们。等等，干嘛？宗岩，你已经不是部长了，没资格命令我们了吧？你是不是想死了？这明显就是个误会。随后我跟团委解释清楚就行了。这消息是公开发布的，明显已经板上钉钉。你当团委是你家开的啊？而且团委的消息还说，待会儿就公布下一任部长的名字，除了我还能是谁啊？丁大志越说越开心，哈哈大笑起来。我才大三，至少还能当1年半的部长。宗岩，你已经是过去式了，属于我的时代要到来了。我在一旁都看傻眼了。宗岩大怒，对准丁大志就狠狠一拳抡了过去。丁大志被打得连连后退。好大的胆子，你一个普通学生也敢对我这个部长动手？两人迅速互殴起来，拼了命往对方身上招呼。狗东西，忘了是谁把你提成副部长的？要不是我送了2000块钱，你能提我？跟我借过多少钱是不是心里没数？我突然明白过来，提供宗岩借钱不还那个黑料的人，8成就是丁大志。管剑术等人赶紧拉架，眼看就要把这一对难兄难弟分开来。丁大志突然大喊一声：我马上就要做部长了，我现在以学风部部长的身份命令你们揍他。这句话一出，几个人都愣住了。管剑术突然伸出腿，狠狠一脚踹在宗岩的脑袋上。管剑术，你想死啊？你都不是部长了，还嘚瑟个鸡毛？丢个烟头还往老子手心里吐，我忍你好长时间了。安素和柴米也都一拥而上，冲着宗岩拳打脚踢起来。等老子官复原职，饶不了你们几个！还想官复原职，门都没有，等着瞧吧！新任部长肯定是我。就在这时，几人的手机再次一同来了消息。丁大志阅读完消息后，整个人愣住了。安素和柴宁也是满脸不可思议。管剑术赶紧把头凑了过去。团委通知，学风部新任部长为市场营销2班的宋宇。小丑，一群小丑。宗岩擦擦脸上和嘴角的血，摇摇晃晃的朝楼梯下方走去。还是丁大志反应最快。宋部长，好了，如大家所见，以后我就是学风部的部长了。宋部长，第一次见到你，我就觉得你不同凡响，只希望我能永远追随你的脚步。好了，你们组织一下学风部的成员，待会儿我要给大家开个会。没问题。丁大志等人立刻摸出手机开始打电话。管剑术无事可做，尴尬的站在原地。宋部长，你先回去。管剑术只好转身回班，我则走到了向影身前，直接冲他伸出手去。干嘛？你说呢？他犹豫了半晌后，慢慢伸出手来，放在了我的掌心里。不是谁跟你要这个了？甩棍给我！哦，以后不准再帮我打架了。那你打不过怎么办？不会的，就拿今天来说，我是做了充分的准备才过来。你先回去吧，这件事以后再慢慢讲。向影这才转身回了教室，我赶去教工楼，再次敲开团委的门。宗岩下了，你也上了，那份资料别往外传，外贸的名声坏了对谁都不好。明白。你都快毕业了，也进了龙门集团，为什么还要当学风部部长？镀金呗，在履历上贴一笔，将来转正的时候更有把握。行，你去找小袁，新的部长上任要去他那履行手续。好，孟书记再见。袁沐雨的办公室也在教工楼，我看门半开着便直接走了进去。宋部长，恭喜啊，刚刚得到消息。谢谢袁主席，我也是运气好。来签几个字吧。袁沐雨一边说，一边从旁边的文件袋里抽出几张表格。第一天加入学生会，第2天就当部长。宋宇，以前从来没人能这样过。运气好。你和陆有功关系挺好啊。还行。最好离他远点，这家伙以前害死过自己的兄弟。我是第2次听说这件事了，感觉陆有光在外贸一些老师眼里挺有名的。行了，回去吧，记得每天履行职责，有会需要开的时候，我也会提前通知你。好。我转身离开，来到学风部，正百无聊赖，突然脚步声响，正是副部长丁大志和其他的一些干事。给大家介绍下，这就是咱们的新部长，市场营销2班的宋瑜，大家欢迎。我简单给大家开了个会，打算让没事的跟我一起明天上午查寝。所有人都得去，宋部长刚上任，咱们必须把牌面给做足了。开完了会，我也朝校外走去。我往那边走的时候，传来一个女生骂街的声音：渣男，刚转正就不要我了，你连宋瑜的一块脚皮都比不上。可惜齐恒并不理他，在里面玩游戏，头都不抬一下。王八蛋，我现在就去和宋瑜谈恋爱，你可不要后悔。赵雪回头就看到了我，赶紧钻进人群里消失了。我走过去坐上副驾驶。你跟赵雪不是挺好的吗？怎么后来分手了？那女的没意思，只能拉拉手亲亲嘴，没啥劲头就分了呗。你还真是个渣男啊。哈哈，感谢夸奖，也不是1天2天了。
齐恒突然想起什么，一脸诧异的看着我。你不会真要跟他好吧？怎么可能？部长的事搞定了，明天叫上陆有光，一起去推销清洁剂。宋组长，这回我立大功了吧？大，很大，会给你申请奖金的。我推开车门走了下去，给向颖打去电话约他一起吃饭。到了食堂，我们各自去打饭菜。回来以后发现向颖还是打得清汤寡水。你搞什么？上次不是给你饭卡了吗？就不能打一点肉菜吗？我就喜欢吃这些啊。我把自己餐盘里的排骨夹过去几块，在我的强烈要求下，向颖终于慢慢啃了起来。我这才开始用餐，讲述着未来的人生规划。说到结婚，我忍不住逗他：我不一定和你结婚。向颖一愣，眼眶里便迅速滚出泪来。不是，我逗你玩的，我们会结婚的。向颖的脸也是说变就变，听到这句话后立刻笑了起来。好，快吃吧，吃完回宿舍。一顿饭很快就吃完了，我正准备带他离开，口袋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哎，严主管，陪他吃完了吧？是不是该陪我了？我刚吃饱，还要送女朋友回宿舍。他是女朋友，我也是啊，你不能光陪他，不陪我吧？严主管，不要开玩笑，我要送女朋友回宿舍了。你不陪我吃饭，那我直接过去了，当着向颖的面抢你，别怪我没提前打招呼。我还没有说完，严玉珠已经挂了电话，她果然端着餐盘朝这边走来。向颖，你先回避一下，我和宋瑜单独说几句话。哦，好。向颖竟然一点都不惊讶，走到另外一张桌边坐下。我迷茫地看着这一切。放心，我比他独立多了，大部分时候不需要你陪，但你不能认为理所应当。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更不想接这个话茬。好了，说说今天的情况吧。今天挺顺利的，学风部部长成功拿下，明天就能推广强龙清洁剂了。不错，但我感觉那个宗元不会善罢甘休啊，小心他在暗中的报复吧。他我还没放进眼里，不过袁沐雨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也看不透他，但我感觉吧，这个人深不可测，肯定不是好对付的。有这么玄乎吗？反正你小心点，明天叫上陆有光，发生啥事他能帮你。好。说话间，严玉珠的饭已经吃完了。走吧，送我回宿舍。我转头看了向颖一眼，他还坐在旁边等着。一起送不就完了？我无话可说了。从食堂出来，天色已经完全黑了，来到女生宿舍楼下。再见，回去吧。我看到旁边站着宿管阿姨，这时她正满脸匪夷所思地看着我。不是，大妈，你听我解释。小伙子，你必须加我儿子某信，让他跟你学学，30多了还没对象。在宿管阿姨的强烈要求下，我加了一个叫小豆的才往南寝楼的方向走去。回到宿舍，大家看我进来也只是简单打了个招呼，我也上了床。就在这时，小豆发来消息，说他是真心向我讨教如何交女朋友的问题。我随便从网上摘抄了一些话发给他。谢谢老师，教给我这么多有用的东西。老师是哪个班的？有机会一定当面道谢。市场营销2班宋瑜。好，我记住了，回头一定去找老师。我随手把手机丢在一边准备睡了，却见马飞从床上爬起，痴痴地望着窗外。咋了？陆云熙又把我给拒了，难受啊！早知道后劲这么大，不遇见就好了。宿舍的人极其八卦，纷纷询问马飞怎么回事。马飞声音哽咽，几乎都要哭出来了。我和陆云熙明明很有共同语言，为什么我每次表白他都拒绝？有没有可能是长相问题？够了，哪有这么安慰人的？我就想告诉他事实。别说废话，去把马飞哄好。白寒松不情愿地起了床，走到马飞身边。别哭了，其实咱俩同病相怜。最近我在追求曲佩儿，但他也不怎么理我。白寒松把手机拿出来，给他看聊天记录。我也把脑袋凑了过去。你看看，我也一样惨啊！哈哈哈哈，不至于笑得这么夸张吧，哥们？刚才不是还在哭吗？谢谢你，我真的好多了。自己的痛苦虽然难以承受，但兄弟的委屈更加令人愉悦。我一大早就来到营销部，就在这时，严玉珠推门走了进来，环视一圈。陆有光呢？又没有来？我才想起这件事来，立刻帮他遮了一句。今天要去外贸卖清洁剂，我让他直接拉着货去学校门口了。公司有公司的规矩，除非提前报备申请，否则先来打卡是必须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以后改正。我跟齐恒到了外贸学院，我给陆有光打去电话，催促他赶紧来外贸学院。我先和学风部的会合，你和陆有光见到面后就给我打电话。交代了齐恒一声后，我给丁大志打去电话，让他带人来市场营销2班门口。我刚走到楼梯拐角，赵雪突然闪了出来，她还没有开口，我就立刻说道：能不能别烦了？你以为你是谁？真当我找不到对象了？我没理他，直接绕过他去朝我们班走去。不就进了个龙门集团吗？最近有个学生会的部长在追我，宣传部的王思伟知道吗？就在这时，学风部的丁大志等人走了上来。宋部长，早上好。安素、柴宁等人也围上来，纷纷跟我打着招呼。我也冲众人点着头。什么宋部长？丁大志一回头，发现是个小美女，立刻来了精神。这位是我们学风部新上任的部长。你是部长？宋瑜，你怎么会是部长？同学，你认识我们部长啊？不过从今天起，要恭恭敬敬的叫一声宋部长了。
赵雪整个人都懵了。这时身后的教室门开了，管剑术迈步走了出来。宋部长，你来了。走吧，查寝。没理会赵雪，我走进教室，众人也哗啦啦的跟了进来。我迈步走上讲台，目光环视众人。学风部的宋部长来查寝，大家欢迎。没人动作，所有人都呆住了，傻傻的看着台上的我。老三，什么情况？我冲着众人一笑，又伸手敲了敲讲桌。查寝。学风部的成员立刻该点名的点名，该记录的记录，一切都有条不紊。几分钟后，除去实习和请假的，有4个同学没来上课。我大手一挥，说不用记了。下一个班里，迟到和旷课的统统记了下来。事后这些人都会被扣学分。期间我悄悄给齐恒打了个电话，问他陆有光来了没有。他说还没。算了，别管他了，你自己拿着东西上来吧。不一会儿，齐恒就背着个大包在台上宣传产品，都不用我多说什么。班长和团支书就带领同学纷纷购起了清洁剂。就在我走进第5个班，齐恒也再一次下去补货时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哎，袁主席，宋宇，来办公室开个会吧。啊，我正查寝呢。来吧，有点急事。哦，好。我挂了电话，当即疏散学风部的人，来到学生部主席的办公室。什么事，袁主席？宋宇，学生会禁止利用自身职位牟利，你不知道吗？知道。那你还卖清洁剂？我没卖啊。都有人拍下来了，你还不承认吗？袁沐雨哼了一声，似乎早有准备，将手机往桌上一放。我凑过去一看，这人不是我们学风部的，他自己要宣传产品，关我们什么事？你不认识他？认识啊，他叫齐恒。前段时间我们还打过架，最严重的一次都闹到公安局了。你们每次查寝，他就跟着进去销售清洁剂，确定跟你毫无关系？真的没有关系。就在我以为自己占尽上风时，袁沐雨突然笑了起来。宋宇，你不承认自己和齐恒是一起的？本来就不是啊，有什么承认不承认的？很好，那来看看另外一段视频。袁沐雨在手机屏幕上播了另外一个视频，一辆小货车停在教学楼前，我和齐恒一起走了下来，我的眉头终于微微皱起。还要说什么吗？我张张嘴，袁沐雨突然拨动手机屏幕，又放出了另外一张照片，龙门日化营销部的成员名单，我和齐恒的名字赫然在列。强龙清洁剂产自哪里？不用我介绍了吧？还要上网查，怪麻烦的。既然败下阵来，也没必要停留了。我转头就往外走。不跟你说了，我找孟书记去。你不用去找孟书记了，我已经去过了，这是他的处理意见。我转过头去，就见桌上放了一份报告，申请撤销宋瑜的学风部部长职位的报告。宋瑜，从现在起你就不是学风部的部长了，请你离开这吧。我去找孟书记。明着告诉你吧，找他也没有用，现在谁都救不了你。出门的一瞬间，我便立刻拿出手机给陆有光打了一个电话。来叫钟楼一趟。话还没有说完，手机屏幕低电量提醒，接着便进入了关机状态。我发现丁大志就站在不远处，便立刻冲他招手。大志，用下你的手机。你说什么？你聋啊？我说用下手机。你是不是认不清自己的身份？站在我的身前，丁大志一脸桀骜，双手背在身后。你已经不是学风部部长了，而我即将晋升为新的部长，你有什么资格命令我啊？你就这么确定自己能当部长啊？当然，袁主席已经跟我承诺过了。他转过头去，望着走廊的窗户。丁家的列祖列宗啊，你们看到了吗？你们的子孙丁大志今天终于有出息了。丁大志大笑着离开了。这时，身后的门开了，走出一个长相还算秀气的小伙子。你费这个劲干嘛？团委都把你开除了，再给谁打电话也没用了。你谁啊？关你屁事！我是宣传部的部长王思伟，你还是底蕴太差，前天才加入学生会，昨天就当部长，垮台也是迟早的事。少说两句 OK， 别跟个唐僧似的。你还是太年轻啊！我已经打算以你为原型，发表一篇文章，刊登在校报上了，标题就叫《坍塌人生：一个部长的兴衰史》。我终于忍无可忍，把手机开机，打开某记录给他看，全是赵雪添加我好友时的留言。宋瑜，我错了，请你原谅我吧。宋瑜，又有人追我了，但是我根本看不上，我的心里只有你。就在这时，赵雪又发了一条新的消息过来。王思伟一直纠缠我，真的好烦啊。宋瑜，他连你一块脚皮都比不上。王思伟的脚步踉踉跄跄，都要昏倒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我冷哼了一声，又准备继续给陆有光打电话，手机屏幕却闪了几下，又自动关机了。我骂了一句，准备离开。就在这时，走廊上响起脚步声，正是陆有光赶了过来。陆有光，团委把我学风部部长的位子免了。啊，狗东西！我这就去找孟安平。一阵凌乱的脚步声响起，袁沐雨和其他部长都出来了。陆有光，中远都被你害死了，你还想干嘛啊？你说什么？中远都被你害死了，能不能离开外贸学院？你还打算害死多少人啊？陆有光面色惨白，整个人都失魂落魄起来，在走廊里毫无意识地挪动着。中远不是我害死的，不是我害死的。陆有光，陆有光，宋瑜，你最后的依仗也没有了，想打学生会的主意，门都没有。我没理他，我只能自己去找孟安平了。没走2步，孟安平就走了出来，手里还拎着一个黑色塑料袋。宋瑜，这东西你拿回去吧，社会上的那些歪风邪气不要带到校园里来。就在这时，后勤部的办公室里走出一个青年人来。
孟书记，怎么回事？蔡主任啊，没事，学生会出了点问题，我和小袁正在携手解决。那个叫宋瑜的学生利用职务谋取私利，这不把他的位子给撤销了。宋瑜哪个班的？市场营销2班。谋取私利，怎么谋的？孟安平便事无巨细的解释。蔡主任推了推方框眼镜。如果是这样，宋瑜的行为不算谋取私利啊。什么意思？我不是监管着大学生创业中心吗？这个宋瑜之前来过，说他入职龙门集团了，想在学校卖一点清洁剂。对了，他的申请书还在这，等着啊，我去拿。不一会儿，蔡主任就出来将一封书面文件交到了孟安平的手上。你看，他在外贸售卖清洁剂是合规的。合规是合规，但不能利用查勤的时间吗？又不是他这个部长亲自上的，顶多算是钻了点小空子，不至于那么严重吧？说的有理。所以就是误会，我看这小子挺不错，可以继续当学风部部长，强龙清洁剂也可以继续卖。孟安平有些怪异的看了他一眼，他是后勤部的主任，孟安平不可能不给他这个面子。当然是可以继续当部长，也可以继续卖清洁剂，这就对了嘛。宋瑜这么好的孩子，撤了他多可惜啊，是吧？孟安平转过头来冲我开口，你也真是，怎么不说清楚？好了，都是一场误会，你继续担任学风部部长吧。谢谢孟书记，谢谢蔡主任吧。我转头看了蔡主任一眼，他点点头。一会儿来我办公室吧。蔡主任转身进了后勤部，孟安平则把后续事宜交给袁沐雨。袁沐雨重新撰写了一份任命书，宣布我重新成为学风部的部主。谢谢孟书记，谢谢袁主席。我当即心情愉悦地推开了后勤部的门。蔡主任，谢谢你。知道我为什么帮你吗？严玉珠，不是。我皱起眉，想不到其他人了。蔡主任咧开了嘴。我是小豆，宋老师，感谢你教了我很多恋爱经验。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，整个人都完全傻了。蔡主任不敢说经验，都是我乱讲的，在你面前班门弄斧了。我妈说你能同时搞定2个校花级别的女生，让我务必和你学点经验。在谈恋爱方面，你就是我的老师，以后还请不吝赐教。这时，后勤部的门突然被人推开，一个长相颇为靓丽的女老师走了进来。蔡主任，我的饭卡出问题了，在食堂总是刷不出来，你帮忙看看怎么回事呗。蔡主任的脸一下红了，接过女老师递过来的饭卡，快速在一台小机器上操作起来。好了，谢谢啦。自始至终，蔡主任没有多说一句话，女老师的身影彻底消失，才呼了一大口气。你喜欢刚才那个女老师啊？没有啊，就是一个普通的同事。那你脸红什么？我从小就这样，除了我妈妈外，和别的女孩说话就脸红。我好像知道他为什么找不到女朋友了，就这性格，学再多理论知识有鸡毛用。我这种的应该怎么办啊？这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改过来的，我要好好想想，帮你策划一下。好，那就提前谢谢宋老师了，我等着你。那就这样，我们在微信上保持联系。出了后勤部的门，一路来到教学楼门前，齐恒正坐在车里玩游戏，我坐上副驾驶给手机充起电来。事情我听说了，剩下的销量我来想办法，但有一个条件，我来做这个小组长。小宋，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？我已经官复原职了，现在还是部长，下午可以继续卖清洁剂。那个，我帮你清清灰，看这脏的，当领导了要注意形象嘛。宋组长，咱们现在去哪？我没理他，给陆有光打去电话，没人接，我忍不住有点担心，又拨通了老狼的号码。狼哥，哎，啥事？我迅速把之前的事讲了一下，老狼听后沉默一阵。没事，不用管他。真不用管？不用。我挂了电话，又透过车窗左右看向校园。就在这时，白寒松突然打来电话。老三，你发达了啊，竟然做了学风部的部长，今天中午必须请我们吃饭。没问题啊，还是福满楼吧。老三就是痛快，越来越有大老板的气魄了，再叫上像引他们宿舍的人呗。我知道他的心思，便故意说：哎呀，最近钱不够了，咱俩 AA9，我也包了。那就这么定了。我让齐恒自行解决午饭，然后和宿舍的几个兄弟接上向颖等人前往福满楼饭庄。我们正吃着喝着，忽然丁大志等人也来了，他们并没有理我。众人纷纷落座，丁大志自然坐在首位，拿过菜单来认认真真翻阅。他们怎么不和你打招呼？我摇摇头，示意他们不要说话。丁大志察觉我们这边正在看他，装逼的镜头上来了。阿拉斯加帝王蟹有吗？我们这里不卖海鲜。澳洲大龙虾有吗？我们这里不卖海鲜。怎么想吃的都没有啊？好不容易请朋友吃一次饭，就不能满足一下我的需求吗？我们这里真的不卖海鲜。丁大志点点头表示明白，又看了一会儿菜单。野生大黄鱼有吗？这次不用服务员说话，我就先忍不住了，猛地站起来。你聋啊？人家都说了不卖海鲜，你是听不懂话啊？在这里装的是什么逼？丁大志猛地一摔菜单，众人朝我这边奔了过来，将我们这边的桌子团团围住。你怎么和我说话的？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外贸学院学风部的。我从怀里将学生会最新开具的任命书掏出来，抖了一下展露在他面前。部长。丁大志看到学生会最新开具的任命通知书后，立马改口：宋部长，你也来这里吃饭了？教你一个人生哲理，事情没有尘埃落地之前，千万不要急着把尾巴露出来。宋部长真会开玩笑，我哪有什么尾巴？就算是有，在您老人家面前也只能夹着。说完，他又把服务员叫过来，指着我们这张桌子：
给他们上一份阿拉斯加帝王蟹，记在我的账上。我直接就抬腿踢了他屁股一脚，冲服务员开口。别搭理他，一神经病。我朝丁大志等人摆了摆手。行了，都回去吧，我和我们班的一起吃饭。大家已经吃的差不多了，我和白寒松便去结账，结果发现已经有人买了单。丁大志站在门口，率领一群学风部的成员。宋部长，这点小事交给我来办就好了。行，谢了。丁大志等人离开后，白寒松顿时激动开口：“老三，当官就是好，今天算是跟着你沾光了。”柜台后，饭店老板奇怪地问：“什么官？感觉权力不小。”学风部部长。老板沉默半晌，一个草字终于喷薄而出。